这个怎么写没有申请报备呀？这个下次再。Hello， 哈哈哈哈，哎，今天好公主，你们不觉得今天很浮夸吗？背着包就上来了，你都看到啦？这个不是包，这个是衣服上的，这是外面这个皮草上面的。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好美，哪天不美？哪天不美？不美很快就会失宠啦，是吧？啊，你们这些喜新厌旧的姑娘们，不美还分分钟不让我下岗啊！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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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已经逐渐被我带跑偏了，在审美的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我那天见那个叫什么，就是你们知不知道给很多明星做妆造的一个网红，他也是网红，他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妆造师，叫小白。然后呢，他说他是我3年的铁粉，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太喜欢你的直播造型了。他说我好喜欢你的直播造型啊。他说刚开始看的时候吧，觉得怎么啊这么复杂呢？这也要搞，那也要搞。他说看时间长了以后，我靠，看习惯了，觉得好好看。我要让所有人进入我的框架，我不管，不管别人怎么说，就是坚定不移的做自己。对的对的，就是那个 feel 小白，特别好玩。哎呀，主打就是一个怕人不知道我有前锋。对，这是一个发箍，这是个发箍。你们知道要把这么多东西堆在身上还能堆出一种和谐感是多么高的一种水平吗？你们知道吗？要把很多很多的东西堆在身上还能把它堆和谐，这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情，你们知不知道啊？你像那种简单的衣服加简单的裤子再加一双简单的鞋，就那样的东西我都不屑的穿。不能显得我这个人的思维非常的发达。是不是？没有难度的事儿咱们就不干啊，本来就是的嘛。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个关注。没有关注的，左上角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先加上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的宝宝们啊，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今天我一起来，我几个同事，我裹着这个皮草，我问他们，我说这会不会太浮夸了呀？连我都觉得有点浮夸，因为我是可以不穿这个的。我说这会不会太浮夸了呀？我几个同事说不浮夸，非常好看。我说完了，这已经都被我带成神经病了，已经。来，我们开始连麦吧，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哎，你好，你说。你说。你好，我第一次连麦。我的基本盘是，我是一名主播，然后今年26岁，收入是月3万到5万这样，学历的话是专升本，
然后目前存款是50个 W， 不过有40个 W 在我妈那里。然后我2年前通过直播认识了一个大哥，不过一直没有聊天。直到今年的10月份偶然联系并且见面。然后见面第一天就给我送了个苹果手机15，然后吃完饭送我回家。然后第2次见面他说我很漂亮，然后想让我跟他发生那个，说他会对我很好。然后第2天就给我转了10个 W 的零花钱。然后第3次见面是我的生日，他就送了我一个8W 的包吧，也就是那1个月认识就给我花了20个 W， 但是第2个月他就没给我转，他就转了红包几千块，就是说叫我过去陪他，说他很想要。然后首先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围城内，也不知道他资产多少。首先啊，咱们描述的时候呢，不要尺度过于大了啊，要不然你这个我还刚开课播5分钟，你给我干关了啊。反正他是人挺好的，也挺有文化的吧。然后但是我感觉他身边美女很多，就有一次唱歌他叫了好几个美女，然后我就觉得都很好看的那种。我不知道这些女的跟他是不是有染，然后当时还就挺难受的。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想知道如何让他持续投入，然后第2个问题是我和他是不怎么聊天，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主动去找他聊天增进感情。第3个问题是我要不要跟他提出1个月就给我多少这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想通过慢慢相处的方式让这个人为你加大付出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呢是他在给你立规矩，他给你立的规矩就是几 K， 说白了就是第一次相当于是见面礼了啊，后面呢我们就是每一次我叫你来啊，我就给你给个几 K， 这个是他在给你立规矩立框架。如果你这样子相处下去只会进入到他的节奏跟框架，是不可能通过你的相处让他加大付出的，因为低成本持有是他的目的，所以说你不可能通过相处去背离他的目的。如果你想让他付出，你最直接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他下次叫你就不去了，不要再去了，然后你就直接告诉他，你说我的预期是我的男朋友必须要承担我每个月，你比如说多少10个 W 或者20个 W， 你说必须要承担我这个生活的费用，你说我才能持续这段关系的，否则的话呢，你说那可能我还是倾向于我好好做我的事儿，因为我出去找你啊干嘛都是要花我的时间的，你说我拿这个时间在直播间里边我还能挣得更多，直接这么讲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他说那你来嘛，你这个那个，你说既然我今天跟你讲，那这个事儿肯定就是咱们就要说到做到，你把这个月的生活费跟我落实了，那么我就过去找你，如果你落实不了的话呢，你说那也没关系，你说反正我就把你当个哥哥。那他有时候经常叫我过去唱歌，我要不要去啊？不去。这样子啊。对的，因为我告诉你了，你要是为了你每次去唱歌，每次给你拿个几 K 是吧？唱歌的时候没怎么转。没有，那你这种问题还用问吗？你是出来干啥的，小姐？他就是让我唱歌，就他说他想让我过去陪他。他想，你说我想要100万，你给不？还真好笑，他想他的呗。那我不跟他相处，不跟他就是聊天，就直接用这种方式对他。对的，他是不需要跟你聊天的，明白吗？他搞那么多女孩子在那里呀，然后叫你过来一下干嘛？红包都不发一个，米都不那个一下，这男的他要不就是不懂事儿，懂吗？他要不就是不懂事儿，他要不然就是太不把你当回事儿。你无论是哪条路径，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就这个玩意就是没有，简不简单？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对我挺大方的嘛，然后那我也不需要找他聊天，对吧？就反正就按你说的这样。是啊，对，上次那个20个 W 到现在多久了？也就10月份到现在对啊，1个月这样。10月份到现在了是吧？可以了，不用再去了啊，时长到了。按我说的说，他答应不了，给不了，你就下一位。那我就是继续做直播是吧？对的，你别管怎么着，你都得继续做直播。这大哥给不给你都得继续做直播。你不做直播，你哪来的流量入口呢？你就这一个大哥，你怎么搞第3个、第5个、第8个呢？
但是我直播间的大哥也没有像他这么大方的。那是因为你没好好播，你播的时间不够长啊。而且他之前就是去唱歌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走了之后，那个朋友也要我跟他那个啥，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有什么奇怪的呢？那是因为他都告诉别人了呀，奇怪吗？可是我跟那个，但是我就拒绝他那个朋友了，我就因为我不喜欢他那个朋友，就然后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他也知道他当然知道啊，你这是废话。他当然知道啊，所以我说了，要不就是他不懂事儿，要不就是不把你当个事儿，就这两个其中一个没有了。好吧，那我下次遇到他，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每个月的那个生活费给到。对的，你说要不然我是不会去的。你说挺耽误我工作的时间的啊。你们玩开心。那他是围城内的还是？关你屁事儿啊！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呢？因为我挺喜欢他的。你还想跟人结婚？你做你的青天白日梦啊！你拿什么东西跟别人结婚？你要结婚你？好吧。你们这些姑娘怎么回事儿？一个二个的就这样啊，出来赚米嘛，好好赚米，动不动的就要跟人结婚，那个大早上的真的是，真是觉没睡醒吧？啊！你们遇着个大哥，就要把人送给人家，就要跟人结婚了，人家说要跟你结婚了，人家是出来找结婚对象找到你这来的，是不是啊？这一次拿20个的大哥是找结婚对象找到你这来的，对不对？找结婚对象，跑到直播间里头去找，然后呢，第一次见面给20个 W， 那给的不是见面礼，给的那都是彩礼，是吧？啊，直接一次性管到那个入洞房，管到入门，是不是？我真的是服了，这是本人，这还能是 AI 啊？AI 肯定不兴我这么有情绪，AI 肯定没有我骂的凶，大白天的 AI 肯定会比较温柔，是吧 ？AI 肯定是妹妹，你不要被骗了，这样的男人很多，但是他们都是骗子，就是看你傻，就是看你蠢。来，大家没有关注，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的宝宝们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说。稿子稍等1分钟哈。人呢？你别退出去看稿子，不进来了，我听不见了。去，不能退出啊啊！我退啊！等会儿啊，我这小红书我的操作你不要说平台名字。你们跟每个连麦的人都说，他们连麦的时候这个设备是看不了稿子的啊。你说人呢？又没了。来下一个。今天好漂亮，你们的审美已经彻底被我驯化了。Hello， 你好。喂。你好，你说。可以，你说。你好，那个我今天连麦是想请教，就是正常的婚恋关系。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单身未婚，然后今年36岁，然后985的硕士，然后是注册会计师，然后
曾经多年是在四大当审计师的，专业是帮公司搞这种 capital market listing 的，然后现在是超一线城市的独角兽公司的财务1号位，税前现金是年薪100万，另外有期权，然后一直是走雄竞路线的，然后身材颜值大概6到7分的样子，然后普通家庭，然后有正常的这个结婚生娃的诉求，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嘛，然后受制于这个女性生理的弱势，所以这个生育的诉求也比较强烈，然后因为现在大环境也不太好，所以就是说想这个先把自己婚恋的这个事情给搞定。然后我说一下这个男方的这个情况，男方我们是在那个对对碰的这个平台上面认识的，对。然后男方今年是38岁，那个单身未婚，然后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富二代，然后身高的话大概是182，颜值是6到7分左右，然后他曾经是做这种基金行业 VC 的，然后目前的话他一半时间是在管理自己的家族企业，然后一半时间是以投资合伙人的身份在管理一家这个 biotech 的公司，然后家庭资产我现在不太清楚，然后从公开信息判断的话预计是10几个小目标左右吧。然后他是今年8月份开始base在上海的，因为他自己家里的那个公司不在上海，但是他把这个就是公司的这个研发中心设置到了上海，由他管理，所以8月份才到了上海。对，然后我们是上周五在平台上就是刷到加了地球号之后，就上周五到本周一一直是就是热聊了好几天，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周三的时候本周三我就约他见面了，然后见面的时候呢就吃了个晚饭，然后我去了他家里，就是期间反正亲亲抱抱吧，但是我们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然后到了周四的时候他约我本周末吧，就是见面吃饭看电影这样子，但是我因为昨天就是来了杭州度一个周末吧，所以我就没空见他嘛，因为这个行程是我之前认识他之前就定好的。对，这个大概是基本的情况。然后我说一下我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是说，就是我本人如果在保持一个围标心态的这个前提下，我想问，就是碰到一个优质的男嘉宾，就是像聊天啊这种节奏是怎么把握？我是应该比较积极主动的每天去找对方聊天，还是按男方的节奏来？然后第二个是说我如何是想往这个长则方向去引导，就这2个问题。你们俩是聊了多久见面了？我们是上周五加了微信加了地球，不好意思，加了那个地球号那个聊的，然后本周3就见面了。见快了点儿啊，首先是见快了点儿。跟对于这种就是资料一拿出来，你们是在软件上认识的？对的对的。这个软件的性质是这样子的啊，所有的别管是什么软件全部是一视同仁的，所有的软件上面出来的人，男生啊，尤其是这种非常优质的这种经济条件的对象，他出来的时候他的预期呢都是打猎预期。所以说呢，你们首先是要进到对方的价值框架，然后才能谈所谓的有没有可能走长则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这种男生你要跟他多聊一段时间，因为很多时候啊他们压根儿就不是单身，知道吧？当然了，是不是单身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他没领证。但是呢他是不是有固定的这些对象呢，他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看待这个人的心态跟节奏。所以你前面的时间要拉长，聊天啊沟通啊干嘛的，你得先让这个人充分的了解了你的信息，然后你的谈吐，你的见识，文化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首先这个上有点弱，那你这个后面你还得再补。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啊，两件事儿，一个是聊天可以无限主动，但是见面无限压，不见，无论你扯什么理由。我问一下，是需要去见他，还是说见他不见对吧？对的。好，明白。因为你根本控制不住你自己。我告诉你，你能够第一次跟别人见面跑到这个男生家里去，你第二次就是全雷打。我跟你说白了，你第二次你就扛不过去，知道吧？因为你已经被这个男生的光环所迷惑了，而且这个男的他已经是有手艺的，他都把你带家里去了，基本上就差最后一步。第二次如果说你们这个中间的距离近了，第二次第一我压根儿不相信你能做到全身而退。而且第二
你如果不能全身而退，你快速的见了第二次之后，推搡搞得又哎呀这不爽气，然后呢人家又觉得哎这女的太上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动作在别人眼里他就会表现成是一种其实你很想把这个关系搞认真，对吧？但实际上呢，跟这种男生你如果想走长则的话，首先是要让他摸不清你的态度才有可能。如果他过于摸清你，跟所有的女生一样，一看到他就想跟他长线持有，他就会迅速下头。好的。所以无限的压节奏就是想怎么聊天怎么聊天，想怎么嗨怎么嗨。但是你记住了，聊天是什么？我可以主动，我也可以很俏皮，我也可以很可爱，我也可以很妩媚，但是我不一定要秒回你的。就是我这条信息发完了，我可以3个小时5个小时以后再发，我有空了我就发，我没空了我就不发。我不能因为他找我了或者他怎么样，我一时半会儿都回不上，我为这个事儿去焦虑去毫无必要。3个小时5个小时甚至1个晚上没回复不重要，就是你到第二天你都可以好好说，你就说怎么你昨天晚上想我啦？你还找我，我还以为你不会找我了呢，我都睡着了什么什么的，扯这种淡就行了。把这个态度搞得很认真的样子，但是永远保持自己的节奏，直到你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公开化的局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局，比如说你能展现你个人价值的部分，然后你再去慢慢的去渗透。因为以你的节奏来讲的话，如果说单独见面的话，第二次你基本上就拜拜了。明白。那个是这样，我再补充一个信息，就是我为什么那个这么快见呢？是因为我们上周五，然后一直聊到本周一，就是基本上是全天从早聊到晚。不重要，所以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你就不该从早聊到晚。你是我们学员吗？不是。我告诉你，你去看一下我金柜，我有拿过我们这个随便抽奖抽的男嘉宾的这个聊天记录案例。在这个初步接触的过程当中，一定叫见好就收。我们如果说前面你不能做到见好就收，你把话都聊干了，只能说明你太上头了，这个人的条件太符合你的要求了。无论这个男的他听起来条件有多么好，干嘛一定是两个人聊天聊，顶多也就聊个3个小时5个小时，聊到两个人都很嗨的时候，立刻戛然而止。那我今天去干活了啊，干嘛的？第二天再说。你不应该从早到晚的聊，从早到晚的聊是一种低端表现。明白。对，因为是他那个聊天的时候他还是比较主动的，但是呢是其实本周二，因为我工作其实白天挺忙的，我对其他如果别的男的我可能就也不会那么这个实时的回应。然后其实是本周二的时候，我有一整天没有主动给他发消息，然后到了晚上9点多，我应酬完之后再给他发消息的时候，他当中过了2个小时才回我，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没有想我，他说想，然后呢他说我白天忙里偷闲的时候没发消息。你好好去学习吧。对，给他你好好去学习吧你你这什么见面第二天你就开始什么玩意儿？第二天聊天开始你没有想我，你是不是没想？你问这个话你是想问到真相，还是只是为了调节气氛呢？调节气氛不是，你不觉得很无聊吗？到这个份上了吗？好呀，我知道了，那就后面就压一下节奏吧。好，就这样啊。好的，好，谢谢，拜拜。你们总是就是最愚蠢的点就是什么？刚开始认识几天的人，你就希望通过语言问询的方式得到对方的确定性、带有责任心的答复，对不对？刚认识个没有2、3天，你就巴不得说我是要认真谈恋爱的哦。你要是不是认真谈恋爱的话，那你不要来撩我，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那我在这上面我是要找结婚对象的，是吧？那我是想结婚的呀。那你如果说不想结婚的话，那我们聊什么呢？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因为紧锣密鼓的聊了几天，马上就默认对方是你的潜在男友，所以开始因为对方回复信息不够热情、不够主动、不够及时，然后开始责备对方，对吧？焦虑，然后呢就开始患得患失，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属于
你自己快速的想要把一个很陌生的人放到一个跟你两个人有强绑定的关系状态里头，但是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是错误的。对方跟你是很陌生的状态，他回慢了，回快了，回淡了，回热了，什么字数回少了，回多了，时间回长了，回短了，这重要吗？这有什么参考价值？就算他跟你说我也是找结婚对象的，他难道骗你了吗？他没骗你就代表那个结婚对象是你吗？所有的这些语言不具备任何的参考价值，对吧？你提前自己跟自己设了个局，下了个套。我们说要给别人下心锚，你们好，自己给自己下心锚，对不对？我自己问，自己得到了一个答案之后，哎呀，开始不断的肯定自己的这个想法，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了，这个人就是我的了，这个人就是我的了，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有病？有大病，对吧？松弛一点，我们出来就是这样的。你呢，也是琳琅满目，任君挑选；他也是琳琅满目，任君挑选，对吧？无论你们看起来聊得有多热络，我都敢肯定，他热络的不止你一个。而且在你之前也热络了无数个，在你之后还会热络无数个。所以在你们不够熟悉的当下，你不具备任何的特殊性，无论他给你传递了什么样的烟雾弹，但是都不更改这个事件的本质跟事实啊，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曲曲的宝宝们，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的直播，怕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说有很多男生到我们直播间，大家不要轰他们，他在这里能够看到绝世美女，他们现实生活中很难见到绝世美女，他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绝世美女，还是绝世有钱的美女所以你们不要剥夺别人的观赏权，生活中这种见不到的对不对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曲曲吗？哎，你好，你说。哎，你好，你好，你好漂亮啊！谢谢。然后还让我笑了一会儿，太搞笑了。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就是我今天呢，其实想问一个跟大佬的关系走向的问题，以及想得到一些你的建议。然后我的基本盘是36岁，然后一直在英国的基金行业，收入人民币吧，大概也就是80万这样一年，研究生学历，然后资产大概在600个 W 这样，但是人一直在英国也有10几年了，然后在这边结婚生子，然后21年的时候扯了快乐证，带着一个10岁的篮球，身材的长相大概7、8分吧。然后呢，这个大佬的情况呢，就是40岁，在中国的基金行业，然后跟我收入差不多，资产在国内超一线，有一套房产，但是说计划是留给孩子。我们2个是之前的同事，然后在一起玩的特别好，好朋友的关系，然后跟我一直就陪在身边，从我扯证前到扯证的过程都一直陪在身边，所以感情就越来越好。他自己的这个家人是在孩子都在国内，我开始扯证以后，我俩就相处的特别多，尤其是口罩期间呢，互相陪伴，就感觉像家人一样这种感觉。然后疫情以后，他就面临着一个工作要调动回国的问题，然后我们才开始有了探讨，说未来怎么办，表示呢都想在一起。然后他就说疫情口罩后嘛，他就说回去先探亲，跟家里面谈一下，回来以后就说他自己还是觉得走不出这一步，我没太分开了。明白，你刚刚说这男的是大佬？就是他
我不知道这样描述对不对，因为说那个城那不能说。那你也不能说他是大佬吧？你就是说，我也觉得不是。对，就是你刚刚说他收入多少？跟我差不多，1年。这不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中年男子？对呀，对呀。好，我们先把这个事儿搞明白，然后你再往下说啊。好。然后他呢，因为我觉得他很怂，其实就整个过程。然后呢，我们俩他说不行，他走不出。其实我也没有强硬要推动，好像要破坏什么一样，所以我们俩就分开了。然后分开2个月以后，因为也都在英国，还在一起，经常会见到，然后又复合了。2个月后复合，然后他就又因为这个，他就又续了1年在英国。然后我们就感情又更好了，然后又在一起，他认真的探讨未来在一起的问题，还是想在一起。然后他就说好，他这边工作结束回国以后就办这件事，大概办了2-3个月吧，又中途停止了。还是他自己比较怂，觉得迈不出这一步，然后我就果断放手了。放手以后我们俩就一直不联系，或者是偶尔有联系，不怎么搭理他。我就完全其实经历了挺深的低谷，然后甚至要抑郁，然后自己慢慢走出来，直到今年假期吧，夏天回国探亲，他突然就反扑很厉害，然后就疯狂的找我，然后甚至到我的城市找我，然后后来跟我一直在沟通。这个他想清楚了，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他一定要迈出这一步，他还是要回到英国跟我在一起。然后呢，我也没有特别搭理他，反正他一直在扑，我一直在有一搭没一搭的搭着。后来他就给我列出了详细的计划，比如工作怎么安排，家庭怎么安排。然后我还是没有特别搭理他，直到他很果断的搬出来自己住，然后我已经回到英国了，然后他就把他去登记的那个凭证吧发给我，然后我又开始跟他正常恢复联系了，相当于又有但是是异地嘛。然后后来他就冷静期之后，对方不太愿意配合去办最后这一步按照他之前所谓的计划，就说那只能走这个程序。然后这件事情可能我也着急，从他确认了这个期限过了以后，现在大概有整整2周的时间了，他也一点没有动静，说是要开始走这个程序，然后一直说他要跟家里人谈，他要跟家里人先说，就是父母。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又是老戏上演，就是理智上我觉得说有在1散2，没有在3，然后我就想要不然就快速的断舍离。然后情感上呢又想说现在卡在这儿了，我们俩现在有4天没有联系了吧，也就是因为我中间又催过一次，我说这个我不想要这种，好像我被逼迫当了第3个人，我说我一直也不想这样。那现在其实是不是他就是没有想往前走，或者不会有勇气跨出这一步？是这样的，问题的，就像你们这么去怎么网不行，像你们这么去站在怜悯对方的角度，或者说站在对方想不想的角度，我们永远只思考我要干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在我看来你很弱，你明白吗？为什么很弱呢？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时间跟精力消耗到了一件完全不值当的事情上面。我们的人生讲的就是性价比，极致性价比。我任何时间，我任何的精力，我任何的思维的消耗，它全部都要用在有投入回报比的事情上。当一个人一件事儿它的可替代性过强的时候，我不会在这个人身上一点的内耗自己。你所谓的这个对象，我都说了，他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普通中年男子，这句话来描述这个人，他的可替代性太强了。至于他是想扯还是不想扯，是卡了还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些东西于我而言根本就不应该是思考的一个方向跟问题。问题是我不值，我他妈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为这么一个人去等待一个未知性啊？等待所有的未知性，你是消耗了我的时间，消耗了我的精力的。我的时间跟精力是需要用真金白银来购买的。如果说我能在这个关系里头去等这个未知，那是因为你付费了。
你付费了我的时间，我的精力内耗，所以我只拿了你的米，我只能等，对不对？我平衡了，我现在在等什么呢？我到底在等，我在等一个，这男的比你大多少？4岁吧，就是一个正常人，我在等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是吧？随时可替代的一个人，我还跟他搞这种乱七八糟对象。我们有一句名言标准，我说搞乱七八糟的关系，那就是要人带我跨越阶级的。如果说搞乱七八糟的关系不能带我跨越阶级，为什么我要搞乱七八糟的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开始。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男人，2条腿的男人满地跑，6个街区可以遇到一个真爱，你还别谈这个男的是不是真爱了，他就是个男的，我还花这么多精力在他身上思考。对，其实我也知道我是来找骂的，就是想让你骂醒我。不是，因为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在你们的关系里，这个男的他是绝绝对对的既得利益者，而你是一个绝绝对对的受害者。因为在这个关系里，你们完全是不平等的，你是单身，他不是，你也不用花他的米，他又没有这种物质条件，他还可以完成多项持有，然后就是霸占着你的感情，霸占着你的人，但是他又什么都给不了。就算他能给你围城又如何呢？他不过也就是个有婚史有娃的一个男的，然后你还要折腾这么大一出。好，然后其实理智上我也很清楚，然后我自己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可能是我对婚姻、对家庭、对孩子，因为在英国其实也蛮孤独的，就是朋友啊、家人啊，其实都在国内，然后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我好像对家庭生活、正常的家庭生活有执念。好的，非常好。如果你对正常家庭生活有执念，请你去找一个单身可谈婚论嫁的男人，这个就叫你的目标跟行为相挂钩。你说你对婚姻家庭有执念，你去找个别人院子里的，你这叫对婚姻家庭有执念？你能不能找个简单点的动作做呀？你还搞这高难度？我怎么觉得对胖那么难呢？那是的，你天天跟这不清不白的东西扯一块，你当然难了。好，明白了，就是我现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其实工作啊也挺稳定，都挺好的，也不会耽误我的工作方面的。然后我跟孩子的爸爸也一起养现在的孩子，生活也都挺好的。只是在这方面，我就觉得比我大的，不是比我大，就是我身边也不缺其他的男嘉宾，然后要么就是城内的，要么就比我小的，我觉得幼稚的。有啥幼稚的呀？我告诉你，现在多少男孩子30岁已经财富自由了。幼稚可能是你幼稚，你看不懂新的东西，你别说是别人幼稚。你不要因为一个男的你看中眼了，你就觉得他啥都好，其实呢就是个普通人，就长了2条腿没残，就是这。好吧，就这样。对，拜拜。好的，谢谢曲曲。好。你们就是一喜欢一个人吧，疯狂夸夸给人上滤镜，是吧？然后呢，没有交融过的对象吧，老挑别人刺儿，他太年轻了，幼稚，是吧？哎呀，脾气性格不稳定，是吧？哎呀，我觉得他的收入不稳定，长得不好看，个子不够，就巴不得什么呢？就巴不得一个一无所有的男的一上来给你扑倒，是吧？闭上你的嘴，你不许挑，他让你没得挑，对不对？一个一无所有的男的，啥也不是，屁也不是个男的，上来就主打就是先跟你占有一下，是吧？然后让你没办法，已经这样了，于是呢开始疯狂的找这个人身上的优点，什么毛病呢？你们每次是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们的这个问题在我眼里就非常的愚蠢，对不对？不停的问这个男的咋想的呀？他到底想不想扯呀？他们那边到底是不是如他所说呀？他到底有没有骗我呀？我的妈呀！你耽不耽误时间？你耽不耽误功夫啊你？他是个什么角色？还值得在你的脑子里长跑？还在你的脑子里跑马拉松，跑来跑去跑几天？我跟你们讲啊，你们要保护自己
目光所及之处的能量，耳朵所听之处的能量，知道吗？语言表达之处的能量，你的身体行走之处的能量。我跟你们讲，不要让自己变得很下沉，对不对？我就跟大家说，我们要让自己每天充满了仙气儿，不要一天到晚的搞些很下沉的一些事情。这个人他就不值得被我放到我的思虑里头来，对不对？我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人去思虑？我一定要把我的思虑放在有价值的地方去思虑，对吧？我在这个人身上思虑，他能给我带来什么？带来什么可替代性很弱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可替代性很强的东西。那些可替代性很强的东西不值得思索。我天天都能换，对不对？我是不是上次跟你们讲了的？我说我们公司我主打的是什么？我说他的岗位越重要，那么我对这个人可能我就会越对他有要求，对不对？我要一直要想着怎么跟他沟通，他能明白，怎么说这个事儿，他能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走，对吧？我们怎么能够把目标一致化？我不停的要思考。但是当他的这个岗位非常的容易轮替的时候，我是不思考的，你爱怎么搞怎么搞，知道吧？你想咋搞咋搞。我是不是跟大家说，你要是给我开车嘛，无所谓，你就往东开往东开，你往西开往西开，我最多多坐5分钟，对吧？反正我又不是什么那个机关单位里头的，我又不接待领导，我又不干嘛，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嘛，反正我不想为这个事儿跟你产生任何的交流冲突，没必要，就主打就是你开心就好，你想怎么搞怎么搞。我因为这个事儿占用我的 CPU， 我就觉得有点浪费，就毫无必要，对吧？保护自己的精力，把精力放对地方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有人说，真正财富自由的人估计会看不上我这类人，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财富自由的原因，宝宝。你看你这个问题提的，就是显得自己没有见识。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哎，你说。居居你好。你说。稍等一下，我开稿子。居居，我非常喜欢你啊！我已经追你的直播有半年了，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学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是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希望居居帮我看一下。我先说一下这个感情背景，我咨询的是一个就是非常普通的这种普通人婚姻问题。我现在的话是跟男嘉宾在一起有6年半了，我们是在同一所学校的，他比我大2级，所以算是校园恋爱。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嘛，他想往婚姻去推进，然后原计划是我们要这个年前年后要见家长，但是我最近一想到这些就会很焦虑很害怕，但是这个就感觉架在这儿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为什么焦虑？我说一下我犹豫的一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他的父亲在他初中的时候因为地币欠了接近30个左右吧，就是20大几，然后后来跟他母亲一起躲去了外地打工，然后他在家里面读了高中大学，然后毕业之后是由他工作给他父亲还了大概20个，然后他父母才能顺利的回到家乡来。后面的话现在应该还剩几个没有还掉，但是具体的不清楚，因为他本人也不想再管了。我问的时候呢，他也说不知道，就留着他自己去还，所以他也不想问过多的事情。那现在的话就是疫情之后嘛，他的这个收入，就是他父亲的收入不是很稳定，偶尔的还是会问他要大概就是1K 2K 的去周转啊之类的这种，原生家庭就相当于是比较差的。然后如果未来要往下一步推进的话，可能买车买房什么的都是靠自己，同时一些礼金啊，包括一些费用啊什么的，是他自己这边在准备的，就相当于他父母这边可能一点都不会
给到他。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是短途的一个异地，我跟他距离大概100公里，见面频率是1周1次，然后每年的话大概会有一段的时间，就是我去他那边或者他去我那边小住，大概可能3、5天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原因是我们之间有过裂痕，就是在那个怎么说地球号上，然后看到他就是有跟其他女生去那这个词我不知道怎么讲，然后一次是在工作的时候，一次是在学校的时候，他的这个言语是非常的直白露骨的那种，就是涉及到颜色的那种。然后事后的话跟我解释的是喝了8+1有点冲动。那这个因为我当时就是年龄比较小啊，恋爱脑上头，再加上是初恋，就是处理的不是非常好，所以呢有点舍不得，就慢慢再加上他挽回的比较努力吧，后面态度啊什么的也非常好，就慢慢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就继续在一起了。对，然后但是这个事情过后之后，现在偶尔想起来还是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隐患。然后第4个原因就是我自己这边的话，可能我父母的这个婚姻情况啊什么的都并不是很和谐，我也没有看到过非常好的幸福模板，所以我本身是有点害怕这个事情的。然后说一下对方的优点，就是第一个是他对他的家庭的父母啊什么爷爷奶奶啊什么的非常好，那包括他的言语中表露出来的，包括他的行动上可以看到的，就是他非常喜欢小孩，再加上对我跟宠物什么的都非常耐心，所以我觉得他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一个好的父亲。你有钱吗？第二个就是他比较有上进心，然后工作的前景还不错。Hello，你家有钱吗？我家普通家庭。你是城里人？县城吧。县城的，你是普通家庭是吧？就是你不怎么样，他更差，是这意思吧？可以这样说吧。你多大？我25岁，马上26。你是在哪里读书呢？我读书是吗？我现在已经毕业了，然后在一个2线城市工作。你还会准备回小地方吗？不打算。我父母的话也是不介意我在外面工作或者成家这样子，会有随我迁居的一个打算。你这个男孩子他的工作能力怎么样呢？他现在还在读书？他已经工作5年了，然后工作能力应该算还可以的，还可以，对，前景也不错。目前的话，他年收入多少？能达到有30个左右吧，应该是。他为什么工作5年了？他不是比你还小吗？他比我大，比我高2级。比你高2级，27，工作5年了。对。是这样子的啊。现在你们2个人的收入，他有没有都给你？没有，他有这个计划，但是呢，我觉得不知道是谨慎还是原因哈，他的想法是见完家长之后，然后收入会给到我。你们2个人交往是多少？7年？6年多吧，快没到。你们2个人交往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都是他来负担所有的经济开支吗？还是怎么负担的？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那时候比较不开窍，然后我自己会强行的去那个就是平衡这个东西，然后学校就是相当于评分吧，但是不是刻意评分的那种，我自己在意这个东西。然后毕业之后，我醒悟过来的时候不能这样下去，然后基本上就是他7我3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啊。首先呢，这个男生他方方面面肯定就是比较一般，这个东西你有认知，所以说你今天才会这么的纠结，对吧？对。那我觉得呢，其实在这个环节里面最重要的点是在于这个人的钱你控不控制得住，这个是最重要的点。因为这一个点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着实有点过于一无是处了。这个点它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大点，它就叫我们在这段关系里它的一个最核心的指标判断条件。因为你也不是什么，你现在年收入多少？我之前的话大概平均下来能有12到15，然后因为我是做 K12的嘛，然后不太稳定，所以可能后面要面临一个转行重新做的一个事情。他有兄弟姐妹吗？没有，都是独生子女。OK，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男的呢，他的隐患性呢是来源于他那个爹，知道吧？所以说，你要是跟他在一块儿的话呢，能管住他的米，那么大概率呢，起码在你的可控范围内，他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那你们都是普通人，如果你现阶段你觉得，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找结婚对象挺好的啊，挺合适的，这个人呢不是不可考虑。但是你能考虑他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他是不是所有的钱能够被你所控，如果控制不了，那这个人就没有什么考虑的必要，因为你本身你也不是说很向往婚姻，对吧？目前是这样子。对，所以说你如果说不是很向往婚姻，我是建议你不要被对方赶鸭子上架。对，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对，我告诉你，你不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很简单，他要做什么，他要想什么是他的事儿。当所有的条件未达成之前，你可以告诉他我的想法，我的条件是什么。比如说，我能看到你1年的收入，对吧？都在我这儿，然后我来帮你管所有的支出，我的清晰。那么1年以后，我们2个人就可以按部就班的走。如果你等不了，那我没有办法现在被你赶鸭子上架。如果你要离开，那么我就尊重你。我明白了，那就是比较坦诚的去聊一下这些事情。对的，聊开是。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来来回回的翻来覆去的，其实纠结的就是这个点嘛。对。那还有一个点就是那在你们这边看的话，就其实只有第一个点可能会影响比较重，后面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是这样吗？因为你现在在我眼里看起来也是一个普通女生的形象，你也不是说什么要攀高枝儿啊，要跨越阶级啊，你内心有这种想法吗？我觉得可能比较难吧。那 OK， 那就结束，对吧？因为你们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嘛，他总是有舍有得，对不对？就是往过日子的方向走嘛。你们俩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也知根知底，对吧？你也觉得性情啊、秉性啊方面看着问题不大，那就是核心问题要解决。核心问题能解决，我觉得这个关系可以往下走。如果核心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没什么好纠结的了。好的，我明白了。好吧。好，就这样啊。谢谢菊菊，拜拜。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一定要在我的生活当中拿到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大结果，是吧？或者说我一定要往上爬几个阶级，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绝大部分人他们自我认知就认为我也比较平凡，是吧？我也没有想过我要让我的生活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觉得过个小日子不错。那现在这个男生呢，反正看着吧，大毛病没有，小毛病有一些啊，他会让我扰乱我的这个心里不舒服。那么我就看这些矛盾有没有一个可平衡的状态，它的核心点在哪，我把这个核心点抓住就可以了。因为你再重新去找呢，其实你也不是就是找一个很完美的对象嘛，对吧？这个人吧这方面差一点，那个人吧那方面差一点，对不对？反正各有各的毛病，各有各的问题，但是核心的东西必须给他抓住，必须给他抓住。你不能让他的爹成为一个无底洞，这个是必须的。如果他的爹成为一个无底洞，那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说米一定要控在手上，别的都好说，米一定要控在手上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怕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来下一个。是啊，我妆是不咋画的，只画口红。好了，哎 ，Hello， 你好，蛐蛐你好，哎，你说，听您的那个视频有3-4个月了，一直想来连线，但是我总觉得我没有总结好自己的问题，所以一直不敢上来。然后经过的关系呢，我也有看一些，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不会学以致用嘛，就看了好像也不能实际的去不能举一反三。那今天呢？
今天呢，我想咨询一下婚恋关系。我的基本盘是我今年34岁，985的硕士，在德国留学，然后年薪现在是65左右，然后我颜值6分，身材7分，然后平时呢就有一些才艺爱好这样。然后男嘉宾的基本盘是他经济行业，求个快乐证，39岁，然后有粉红球，他的身高呢不是很高，1.62米，然后呢，但是他身家应该有一个小目标以上吧。我跟他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4年前大概就认识了，但是当时都不单身，然后从去年开始在一起，但是我们在一起之后呢，就经常会吵架，所以在今年曾经分开了3-4个月，然后现在呢又重新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现在在一起之后呢，就还是会吵架。我现在想咨询的就是他我那个合适的长择的对象，然后我应该怎么去维系接下来的关系。我分析了一下，就是我跟他之间的矛盾点以及上一次分手的原因呢，首先就是典型的这个摩羯座，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那种，所以对我的那个考察期特别长，总是会因为一些我说话的方式很直接，或者说他觉得我没有感恩他在付出，或者是他听到别人对我有一些负面的评价，他就会直接跟我冷战，然后呢这时候又都是我去跟他去求和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这种性格，然后呢其实我们之间的相处他是比较少的，只有送一些节假日的礼物，然后但是我有一个额外的价值，就是他是这个基金行业。哎，我听不清楚，你信号不好啊，小姐。然后再帮我，你信号不好。Hello。所以是一直回来的，就是他的那性格呢，就是你重新连一下，你把你的网换一换，重新连。妈呀，我把它关了，怎么还在？好像是那种就是我把它关了还在讲。天生Hello，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女人还Hello。哎，去你好，还没说完呢。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插这个新的下去了，他还在说啊？网，他那个网不行，我这边的网是好的。我靠，他还在讲。你挂一下好吗？来，大家帮我扣一下，好吧，让他挂一下。不起作用，现在让他挂一下，让他挂一下。都搞什么？这个平台呀，真的是做了这么长时间了，他们那个鬼技术都是稀巴烂。不行，你连下一个吧，连下一个上来吧。能连下一个吧？他也听不到我说话。Hello， 想我打你这我就想问现在，这到底谁在说话 ？Hello， 曲奇你好，我是新的一个麦。好，你说。我刚刚是稿子没有弄好，那我稿子有点长，我说快一点哈。我在2线城市，94年985的本科，目前是211 MBA 在职，长相和身材都是7到8分，收入呢40，家庭资产1000加，我有房无车，国企编制，工作小光环。男嘉宾同岁，和我是同事，我们属于门当户对，收入和颜值都相当。他还有一个亲弟弟。我男友呢又是有一点柏拉图，追求精神上的高标准，有一些理想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呢也很高，和我属于互补类型的。他属于过程派，我属于结果派，我比他偏现实一点。他的前任呢，从学生时代谈的初恋，谈了7年，常年异地，1年就见几回的那种。他前任的颜值
5到6分，博士学霸在读，1个月呢只有导师发的3K 的工资，家庭条件很普通，但是他花了我男嘉宾很多米，今年1到4月份呢就花了男嘉宾大概是8万左右。男友呢和他有提过2次进围城的事儿，但是这个女生并没有表态，一直就不提这个事儿。我认为这个女生呢她动机不纯，可能想把这个男嘉宾作为跳板，但是男嘉宾依然认为她纯粹简单温柔有主见，是他的白月光。我和男嘉宾呢同事4年，在一起9个月，今年年初呢我决定挖他的墙角，就猛烈的追求他，他百般的拒绝，但是呢我确定他对我有好感，所以我就屏蔽了他的拒绝，猛猛冲，最后呢成功被我拿下。过程中呢他非常的纠结和痛苦，紧接着呢我们就决定一起去找那个女生分手。当时呢我平静的给过他选择，他纠结了很久，最后选了我。结果呢我们飞过去，他见到那个女孩以后就感情上头，说舍不得分，我就和他决裂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争吵。半个月之后他带着求婚戒指来找我复合，说已经处理好了，下定决心了。期间那个女孩子表示原谅他，并且愿意继续和他在一起，他明确的告知说他选择我。之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在一起了，然后一开始呢也非常的开心，双方父母现在是已经见了面，准备谈那个进围城的事儿。但是他这半年呢情绪慢慢的开始翻涌上来了，就状态非常的不好，经常的 emo，就是都快抑郁了，每次聊这件事情他都会哭。他对自己这个劈叉的事情非常的自责，觉得对不起他，觉得他现在过得非常不开心，整个生活也因为他这个抑郁的情绪变得很糟糕。因为这整个事情呢只有我的脑子相对清楚一点，所以是我一直在推动事情的发展。他觉得和我在一起很被动有压力，我有点咄咄逼人，但其实我也给了他很多的耐心和空间，他也很感谢我，觉得我包容勇敢又坚定。他2次动摇过要和我分手，变卦说也不想马上结，他觉得目前他的状态不太适合进入围城，我们半年的时间对于他来说也有点短，甚至在很情绪化的时候他还说过就是他爱前任更多一些，可能放不下他这样的话。那我就问他，我说那要不我们分手，你去找他和好吧。他说他不会去，他现在已经非常的痛苦，又很复杂，他很累，他只想一个人待着。每一次都是我耐心的开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他稳住了，然后又恢复2个人很好的状态。但是我觉得他以后还是会不停的有情绪，在这个2个状态之间反复的横跳。他的这些情绪呢，已经影响到我了，让我也变得很痛苦。每次呢，我都需要把自己哄好之后再去开导他。我的问题有2个哈，第一个是如何把他拉回到正常的恋爱状态下。我可以接受他有白月光，但是我需要他把前任变成美好的回忆，然后专心和我在一起，有这样的可能吗？第2个是这段感情和这个人他还值得我吗？就是我还需要就是这样长此以往去坚持吗？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放弃。没太懂，你们俩是很闲吗？平时他时间很多，你也时间很多。就我们的工作因为是就是体制内，所以可能相对闲一些吧。没事可干嘛，就是一听就是没事干，你知道吧？一听就是属于没事干。你们俩这男的他是什么？家里条件特别好。我们俩就是门当户对，就家庭资产都是个1000加左右这个样子。就是家里反正都正常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完了以后呢，工作又闲，就闲的没事干。应该是这样。然后他特别柏拉图，他就是有点就很理想化的那种人。就是我认为你的性格啊，应该去攻一个非常助力于你的事业或者什么的，不管是2代啊，或者是1代啊，或者是什么官2啊什么的这种类型的，这种对于你来说门当户对的普通男生，他值得你花这么大的心思去搞吗？你们这个事儿办的都挺没性价比的哎。因为是这样的哈，因为我的工作虽然目前收入在2线城市还行嘛，但是它没有太多上升空间，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体制内嘛。然后呢，我是为什么就喜欢他了？我觉得他有一个我的很核心的这个诉求点在他身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踏实靠谱，能够给我一个这种我对家庭是非常有幻想的人。我觉得他是完全能够给到我这个东西的人。你这个预期就不对呀，姑娘。你可以跟我说点别的。你要跟我说他踏实靠谱，对家庭怎么这个，我觉得你这个预期有点问题，你这个预期绝对是有问题的。这种男生他的性格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的，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非常的情绪化，表演型人格。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什么责任心，什么这个那个，跟这有啥关系啊？
真正的有责任心的人，有担当的，能包容的人，他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他根本都不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些情绪的。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情绪，完全是你说的这种人设的反方向。我就觉得他幼稚，因为他跟他前任是初恋，他基本上就谈过这一段恋爱，所以他从小到大就是一帆风顺，就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儿。目前来说，这个事儿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已经是最大的一个事儿，不重要啊，所以他就懵逼了。我们只看结果呀，就是他这个人他已经成型了呀，成的是这个型啊。你们俩多大了？94年29，都这么大了，都要30的人了。那不是什么22岁、23岁，我觉得要不你再看看别的。就是你觉得没必要纠缠他了，是吧？你再看看别的。我跟你讲，你们有个问题，这种人情绪反复啊，这个那个的时候，你就应该不搭理他。你越是哄，他就越是喜欢作。你越是哄，他就越是觉得自己这样做很带劲儿。你干嘛呢？他只要一有情绪干嘛的，你立刻就出门，你就干别的去，懂吗？什么时候没情绪了，什么时候你再回来。那他要是跟我闹，说是想要一个人，就是他跟我分，然后他也不去找那个女孩，他就一个人带着他自己处理，花几年时间他再过去。你就让他花这个时间呗，你爱咋咋。那你关你什么事儿啊？他愿意浪费这个时间，你让他浪费去呗。你信吗？你信吗？啊，他跟你掰了，那女的他也不找，他自己花几年时间让这个事儿过去，你当他是哪位呀？他？那我肯定不是啊，那不就结了吗？但是他，那他说这话干啥呢？感动天感动地。他没有可操作空间那个事儿，搞笑呢。那就是我就不用理是吧？对呀，对呀，你爱咋咋。我们对待表演型人格的人从来都是这个路子的，只要他的那个表演情绪一上来，我立刻冷处理。明白。就他下次要再跟我说什么不结了不分了，我就同意就行。哎，对，你说好的。好，你说那我这几天我先出去玩会儿啊。这吧，你情绪反复了，我出去玩会儿，这事儿没毛病吧？好的，明白。那我就不用在他身上花精力了呗，我对呀，可以下一个了。你本来就不用花精力，因为你的精力是反方向。我们讲的叫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动作要基于对方的反馈，对方的反馈是我想要的，我才给他正向的，对吧？对方的反馈是我不想要的，我还不停的去强化他这个动作干嘛？明白。好的，曲曲，我大概知道了。就这样，拜拜。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我们手上有无数的客户，他们的男嘉宾都是表演型人格，都是特别特别喜欢在半夜当林黛玉的那一号。统一标准，我们的统一打法，统一标准就是不搭理，冷处理。只要你跟我搞那个作天作地那一套，我就冷处理，就是等你自己等你自己好，知道吧？因为你这个状态不是我想要的，你在表达一些不是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只能哄你一次，我不可能在一个点位上面反复的跟你搞，我只会让你知道，只要你表现出了这种我不想要的这种表现形式的时候，我会一次比一次更冷处理，我会一次比一次更冷淡，一次比一次更后撤，你来决定你还要不要改变你自己的状态。我们永远都是这样的，这个是我的框架，我的原则，我不可能把无休无止的精力跟时间耗到你的这种啊，我跟你2个人表演又没人跟我给钱，哼，是不是？你是能上大荧幕还是怎么着啊？对不对？没有意义，好不好？我跟你们说，很多人他就是这样的，你跟小孩子就是这样的呀。小孩子只要是啊，他想吃个什么东西你不给他，他哭啊闹啊干嘛的，如果你给他了，结果是什么？或者因为他这个哭啊闹，然后你来哄他，不停的哄他，不停的哄他，结果是什么？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吗？对，下次一样，下次再来，下次还会这样啊，给了就好了。对了，你是觉得给了就好了，可是你看似是在用一个简单的动作达到效果，但实际上每一次他会比现在作的更厉害，作的更狠，对吧？他只会变本加厉。所以我就跟你们说，所有人对待你的态度都是被你允许的，
所有人对待你的方式都是被你教育的。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是要靠不断的去教育对方，他是在用他的作闹来教育你，所以你需要用你的冷静处理来教育他。你如果着了他的套，那么就是被他教育了，那就只能最后就听着他的搞，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曲曲的，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每一场直播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给到你最铁的那个闺蜜，好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来下一个。CEO 在，想听 CEO 喊麦啊？要不你们点个10万赞，我让他给你们喊一段好吧？啊，好不好？点个10万赞，我让 CEO 给你们喊个麦。Hello， 点个10万赞，我让 CEO 给你们喊个麦。你好。啊，哎，你这不行啊！它这个回声，它这个网就是不行。狮子大开口，他们说我狮子大开口。10万赞，我大开口啥？我们现在这一个单一直播间是3000多个人，一个人点30个赞，很多吗？我狮子大开口，我脑子快得很。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网调好啊！如果说你们的 WiFi 不好呢，就用5G；你们的5G 不好，就用 WiFi， 好吧？曲曲你好。哎 ，Hello， 你好。好，那个刚刚视频一直卡了，然后现在重新来连。我把我的那个问题简单的再重复一下。我今天想咨询婚恋关系。我的基本盘就是我今年34岁，985的硕士，在德国留学。现在年薪65，然后颜值6分，身材7分。我对自己的分析呢，就是我的性格是有些倔强的那种，然后以前也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是坐小扶梯的那种，所以从未想过去走雌竞这条路，但是走雄竞呢，我也没有太多的事业心，也不是特别勤奋的那种，所以我现在的年收入呢也一直上不去，感觉就是在一个瓶颈的状况。然后目前也到了这个婚恋的这个年纪，就前几年认识了这个男嘉宾，是4年前认识的，他是在基金行业，但是因为当时我们都不单身，所以也没有在一起。从去年开始呢，就正式在一起。他的基本盘是他今年39岁，然后他身高不是很高，只有1.62米，他扯过快乐症，然后有粉红球。我们在一起之后呢，其实经常吵架，然后就很多矛盾。我们在今年5月份分手了3个月，现在又重新在一起。我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分手的原因呢，就是他一直说他跟我在一起，他的精神是很内耗的。我就想让曲曲帮我客观的分析一下，就是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我应该如何跟他相处，以及他是不是一个我值得去长择的对象。我总结了一下他的这个我们在一起的问题呢，就是首先他的性格是那种典型的摩羯座，所以他对我的考察期是特别长的，就非常的小心谨慎。比如说在他身上是不可能说会有什么意外带球这种状况。然后呢，他也经常会因为我说话不好听，或者说觉得我没有感恩他的付出，或者他听到了曾经有什么熟人对我有一些什么传闻，他就会对我进行冷战。然后我也尝试说想用甜言蜜语的方式啊，然后去跟他沟通，他就会直接说你不要来 PUA 我。然后他呢又是一个特别冷静的人格，就是好像跟我在一起很难出现这种很上头的状况。他扯过快乐症之后呢，我应该是他交往时间最长的女朋友。就好像他无论跟谁在一起，他都是很
处于那种很冷静很冷淡的那种状况。然后在上一次分手的时候呢，他曾经提过，就说我们除了10点半很和谐以外，他好像认为我不能给他提供太多的情绪价值。然后他就说比如说我在他面前想表现我的一些优点，我处事很冷静，他就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冷血。我如果表现得很有逻辑，他就会说你怎么总是想要赢，好像觉得我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就好像他很难去发现我的优点。如果比如说我有很多才艺，喜欢唱歌跳舞，他就会说他周围有谁谁谁比我唱得好，比我跳得好，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好像从来没有去就正视过我的优点，好像就一直是处于这种我去求和好啊，然后我处于低位这么一个状况。而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的时间呢，其实他对我的付出也比较少，就是会在节假日的时候会送礼物。然后他对我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他是经纪行业的，所以呢他有教我理财的知识，然后有帮我打理一个理财的账户。然后这个账户是可以赚取收益的。赚了多少？差不多1年有50个左右吧。你自己的年收入是多少？我的年收入是65以上。好的，你说完了吗？接着说，你快速陈述结束啊。好，那我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感情呢，感觉就是一直在停滞不前，也推动不下去。我想问他是不是一个长久的对象，以及他是不是一个皇帝型的男人，就是他是需要别人去捧着他喝着他的，然后我们是否可以去走到最后，以及我如果想跟他在一起的话，怎么去维系跟他的关系。你是被他 P 某 A 把脑子 P 傻了，知道吧？你知道吗？就这男的是个老高手了啊，老手，在 P 某 A 这个角度上面多少是有点造诣的。他自己内心极度自卑，因为他的内心极度自卑，然后呢他又能拿到现在这个结果呢，确确实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在低处越低，那么他现在走的这个高处越高，是不是中间产生的这个距离就越长？这个距离就是这个人的能力、韧劲以及他翻山越岭的这种心力交瘁，最后得出来的这种状态。所以说他是要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手段，攻击各种各样的人性的弱点，然后才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弹性啊！从一个啥也不是、啥也没有1.62米到现阶段啊，什么身家过亿这个那个的。所以说呢，他是经历过很多东西的。这个人呢，他脑子极其清晰，而且呢，他是有意识的、下意识的打压、下意识的精神操控。首先这个是我给你的结论啊。然后呢，你所谓的那些什么什么甜言蜜语这个那个呀，对他来说呢根本就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意料之中的。只要他这么做了，那么大概率对方就会进他这个套。所以说不是你是这样，只要一个女生觊觎他的光环，觊觎他的身家水平，那么大概率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进入到这种被他精神打压跟操控的这样一个循环里头去。这个状态本身呢，它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健康的。而且这种状态是什么呢？这种状态是用来铺垫多偶状态的。我告诉你啊，就是动机，这个是我跟你讲的动机问题。就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常年的学习 P 某 A， 并且熟练使用，并且用到你的身上，是因为任何一个跟他往下走的人，最终都要在这一套体系下面被动的变成，要不然就是他赚米的工具，要不然就是他 N 分之一的其中之一。这个是他为了，就是这个是他的动机，否则他没有必要去干这个事儿，明白吗？首先我告诉你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干，然后你所谓的说你跟他之间能不能走长则，是这样的，除非你价值足够高，你的价值让他觉得这女的真牛掰，是吧？他觉得我找你，我脸上贴金了，我脸上增光了，他会让你作为他最终的那个这就是有证的，否则他是不会让你跟他有证的，因为没必要。
如果一个人能够靠精神的这种打压跟操控，就能够让你完全的受控于他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再给予你任何的法律上的责任跟承诺的。但是因为我对他，我就是想让他一直帮我去做这个理财的规划和打理那个账户。对，你对他是有诉求的嘛？你对他很有诉求，他对你没有什么诉求，知道吗？对，就是你明白吗？你们的供需它是不平衡的，你对他的诉求严重的大于他对你的诉求，他只想拼命的就是让你受控于他，因为你弱。说白了，你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角色，他可以无数的 hold 住无数个跟你一样的角色，所以你的预期要搞对。首先，他并不会把你当做一个真正的正儿八经的婚恋对象来看待，因为没必要，太没有性价比了，懂吗？他也曾经说过，就是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除了10点半和谐以外，他这种男的，我告诉你啦。他所有的修炼都是为了，我告诉你动机了，为了什么？要么就是多偶，要么就是让女人为他卖命，懂吗？就这两件事儿，否则他是没有必要习得这套技能的。他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要琢磨这个事儿？没有必要，明白了吗？所以你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他的动机跟目标是什么了啊。那么你呢，就是不要做这个梦。我建议你找到自己的框架。我告诉你，这种人其实他会更为尊重有自己的框架的人，起码他会觉得你有潜质。你现在的状态其实是一点潜质都没有的状态，你现在的状态在他眼里看起来，他就觉得你太普通太平凡，就是你没有任何挑战性。他在跟你讲任何东西的时候，其实你都应该，你要准备一些，我觉得你去 EV 吧，我觉得你需要准备一些，下一次他在说到类似的话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回应态度，知道吗？你需要有一些回应态度，你不能够像这样，他说啥你就认为我觉得对，他说你这不行你就我不行，他说你那不行那不行，或者说他要说什么你就跟他对抗，这都是没有意义的，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对吧？只要他要说他要说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是那你喜欢我总是喜欢我的道理吧。我相信我不是你说的这么一无是处，我觉得你应该好好修炼一下自己发现美的眼睛，不应该只看我的缺点，也看一看我的优点是什么。像这么讲话，知道吗？就是把他引导向一个没有办法，就是他只要给你下套你就跑了，只要给你下套你就跑了，这种状态里面才行。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去1v1试一下，好不好？好的，谢谢曲曲，拜拜。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最近不是有那个你们看了马斯克的那个2个小时访谈吗？马斯克他有一个2个小时的访谈，就是最近说他有一些反什么什么油什么什么族的这些言论在他的那个社交账号上面，对吧？我跟你们讲，昨天我把这个我没有看完，我大概整整看了1个小时，因为他这个访谈有2个小时，我大概看了1个小时。他的那个主持人他对话的那个主持人水平非常高，他对话那个主持人水平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马斯克呢，他在回答对方问题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他眼睛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他的眼睛从头转到尾。我觉得马斯克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一个用理工男的外表包装自己，他会刻意的向公众呈现一种愚钝。这个愚钝是通过什么展现的呢？他的目光他的那个敦实的那个状态好像所有的东西慢半拍慢半拍，你们明白吗？就是那种理工男给人的那种，好像这个人他除了自己的专业一无所知的那个态度。很多时候女孩子会被这种男的忽悠到的哦。很多女孩子，你们在对碰的市场上，在外面什么社交软件上遇到的一些男的呀，或者出来玩的时候遇到一些男生是很喜欢用这一套打法的，就是他们用看似好像很懵的一个状态，让你以为他是一个对于男女关系或者是对于这些复杂的东西，他从来不做什么思考，他所有的思考都放在自己所钻研的那个点跟那个专业上，然后让你觉得哇，这个人真是不可多得，知道吧？我就从头到尾就看那个马斯克那个状态，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
是典型的，他就这个状态。你说他该是个脑子多精的人呐？他脑子多精啊！我靠，我都没见过比他脑子精的，真的。你说他每天他的那个行为路径，他的脑子该都精到什么地步了？他还能在公众面前表现出那种慢半拍的那个感觉，然后那种无知懵懂的那个眼神。昨天我就看他们两个人这个对话啊，我就发现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个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主持人是个犹太人。然后呢，因为这个事件就是涉及到了说马斯克有一些反什么什么犹他们这个这个群体，所以说呢，他们特意找了一个这个籍的主持人跟他两个人之间进行对话。所以说这个主持人他非常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什么呢？他明明是带着这样一个身份出来的，但是因为他是主持人，他不能有立场，明白吗？他不能有立场，但实际上他有没有立场？实际上他一定有立场，因为他就是犹太人，所以他一定有立场。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能表现自己有立场，因为他是主持人，对吧？你主持人，你不是辩手，对吧？你不是站在对方的这个对立面上来的。所以呢，他又要就是希望马斯克能回答出一些非常他想听到的东西，但同时呢又不能率先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他在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一直在用一些比较圈套型的陷阱型的这种问题，但是非常的直击核心，一步一步的呢希望马斯克能够答出他内心想要的这些答案。马斯克这个人特别搞笑，你就会发现啊，他整场这个访谈做下来啊，他有2种完全不一样的回应模式。只要我很想听的东西，就是我听到这个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操问的太好了，我太想知道他怎么回答了。只要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问题，马斯克就开始胡说八道他就完全不回答你的问题，他就开始扯什么理想啊，然后呢扯他的什么，说他什么专利共享啊，然后就是扯什么我做环保啊，我搞，就是人家只要问到了不好回答的问题，问到了一些涉及到敏感的框架型的问题，他就开始胡说八道，就是他不知道他讲什么就是从头到尾就越扯越远，越扯越远，就已经扯到月球上面去了，不知道扯哪里去了，一句话听不懂然后只要是对方提的问题跟他现在所做的这个企业啊非常清晰的一些，比如说他的技术相关的东西，对吧？就是能让他吹捧自己的地方，说白了就是能够让他去宣扬自己的企业怎么好的，他能捕捉到这个人是在问他自己最熟悉的这个领域，最熟就是他每天就睁眼睛闭眼睛不用思考就能了如指掌的这个领域东西，他就1、2、3、4、5有理有据，陈述的非常之清晰，绝对没有一个字听不懂特别搞笑。然后我都看那个访谈给我看乐了，你知道吗他是这样。所以说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技巧，因为在这种就是2个人在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再大的大神，再大的大师，他都很难说我回答的出来的每一句话都那么好的把这个问题化解掉。所以说往往呢他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我刚刚跟这个女孩说的，知道吧？你要跳出来，你不能就着他的这个问题往下答，因为你就着他这个问题往下说，你就进到他给你一上来画那个套里头了。因为我反应没有那么快嘛，对不对？所以我要有一套非常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打法，面对所有的这种类似的情景。这种类似的情景就是当对方说到一些我不想说的点上了，是吧？我很抗拒，我内心对这个问题啊，我对这个问题很抗拒，很敏感，对不对？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认可呀，也不是那么个事儿，不舒服。我不认可吧，又觉得好像我这个人有点小心眼儿，还怎么着，对不对？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干嘛呢？就胡扯，知道吧？主打就是个胡扯，你就开始扯些听不懂的，完全脱离他的这个故事架构，完全脱离他的提问框架，扯到别的地方去。
你扯着，这个人他自己就已经听不懂了。他要不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不了了之，要不然他只能再重新起个话题。就是这样，这种方法我觉得是人人都可以掌握的，不需要什么很高端的技能的啊！你们要听那个点到10万赞了，来，我们请 CEO 给我们来喊个麦。说书唱戏劝人方，3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大家快看曲曲的新书，你就是光。我们邀请夏艺术光闪亮登场。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左上角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啊！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来，我们下一个连麦。大家一定要到首页粉丝群，一定要到首页粉丝群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 CEO 讲的贯口发群里。Hello， 曲曲，你好，喂，你好，你说。那个我关注你好久了，然后超级想连麦，终于连上了。我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哎，你不要退出哦，你退出我听不到啊。看一下稿。好，你说。我23岁，然后本来家是3线城市的，然后在1线城市读完大学，现在在考研。然后我平时读大学的时候有在做娱乐直播，还有带货直播，然后去了一次 YC， 然后在 YC 的时候认识了男嘉宾，男嘉宾是在1线城市出差的时候认识的我，他是2线城市的，然后小苹果维内11年和维内的那个就是已经4年没有10点半了，然后他有一个4岁的篮球。他跟我在一块2个半月，跟我花了差不多10多个 W， 然后还答应我说要给我创业，然后给我开美甲店，还有开宠店这样。结果他前段时间的时候，他维内的那个人发现他给我的那个微信的大号转账，然后这个女生她就管着她的银行卡号，所以她没办法就是直接给我转。后来她答应我说考虑一下要跟那个人扯快乐证。后来结果最近1个星期吧，她突然说她因为离不开篮球，然后没办法扯快乐证，然后要跟我提分开。然后我就那个来到了他的城市嘛，然后就想挽回他。我跟他说他扯不扯快乐证的话，我都想跟他在一块儿。然后他说什么没有那么多钱来支持我创业。然后我说开美甲店和宠店也不需要那么多钱。然后他就说如果是情侣关系的话，就中间类似于分账这种东西没办法做。然后现在我就是短暂的稳住了他，然后让他没有跟我分手，然后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我该怎么办？你要干嘛？不是你找这男的的目的是干啥呀，大姐？目的是想要让他给我花钱，然后他没有支持我。他是个秃羊，看不出来啊？啊，你这找这个男的穷的叮当响，你要他跟你花什么？他有个屁的米给你呀！然后我还想，因为我还蛮喜欢他的，我在考虑。他说他扯快乐证，现在又说他扯不了。我跟你说，他所有的这套行云流水，主打目的地就是叫低成本持有，懂吗？我先给你给了以后呢，让你先有点上头，上了头以后呢，然后开始跟你说啊，我要跟你搞这，我要跟你搞那，哎，给你画饼，给你描绘美好蓝图，最后呢又开始体现难处，哎，什么我这个离不开，哎，我那个弄不了，哎呀，我这个手头资金紧，这个那个，他的目的在哪？他的目的是为了低成本持有，甚至是零成本持有。他哪来的米呀？这是一开始定的死死的个东西。他自己，我看到他的那个银行卡里面有200多个 W 那种零花钱吧，然后所以我想着就是能不能让他再多给我花一些。所以呢，他银行卡里躺着200个 W， 然后跟你说，哎，我没有钱支持你创业，你开个美甲店，他还跟你分账，这是有米的人干的事儿啊。
啊？或者说这是愿意为你付出你的人干的事儿啊？那他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对我晚回答他说他没有那么喜欢我了什么。那我现在就是也不要再放太多精力在他身上了。不是叫不要放太多精力在他身上，是这个人压根儿屁也不是，啥也不是，他不值，你可以让他再见，送他去月球，好吗？可以直接拉黑啊，可以直接拉黑，这个事儿你就赚了，听懂了吗？弄了，还有就是因为跟他不可以嘛，然后我就考虑到另外一个，我有一个就是聊2年一个不温不火的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他一直都在外地搞房地产，然后最近3个月，他工作中心才转到1线城市，然后我们2个才聊得频繁一点。他是就是家里面在1线城市有好多套那种2000万的房产，然后他自己存款里面有1000多万，然后他就一直说要养我，然后那个还说要给我买房子什么，但是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实现，因为他一直没有实现，所以我一直没有跟他那个。然后他约我出去，我也就是那个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的那种。我要跟他考虑发展一下嘛，还是说要不要跟他直接去提给我钱这样？我的妈呀，你是学员吗？啊？是啊？是。你是学员？是啊。你哪个群的？那个我没有加金贵的关系，但是我就是经常看你直播。你看我直播那叫我学员啊？就你这脑子，你一说是我学员，我都觉得有点砸招牌，知道不？啊，首先第一啊，我觉得呢，你好好学习，先去听课，然后呢，该进社群，该跟别人交流。第二啊，如果你遇到合适的男嘉宾呢，我建议你来1v1，你这脑子着实是不太行啊。这什么都没有呢，毛都没见着呢，我干嘛去啊？我干嘛去？你还干主播？你这干主播你干得明白吗？啊！我建议你真的好好学习啊，好好的去咨询，好好去1v1。好，别脑子太糊了，你到时候被这些男的卖了，还帮他们数钱。好，还有问题吗？就这样吧啊。我看你这那个再就是我有一个就是身家有20多亿的大哥，然后我认识他了就是2、3年吧，一直从我读书的时候到现在就一直保持联系，然后1个星期聚会1次。然后之前的时候他说他给我要买车，然后那个什么的，后来他就是给我转了10多个 W 之后，他就没有再给我付出了。但是同时他还有别的小女朋友，然后他给别人就是又买了车买了房什么的，我现在要怎么办呀？你跟这人有关系吗？实质性的？有过1次，但是后面没有了。那完了，你是属于一条龙服务，全部都要搞完啊！从上课到1v1到我们10点半，你一个环节都不能落。你这属于是跟别人一有点什么风花雪月了之后，人家就觉得索然无味，淘汰了。你这属于是，你这属于一条龙，你每一个环节都不行。谢谢啊，好吧，知道自己有点好，下去好好提升啊，拜拜。你们这是不是这是个典型是吧？拿了17个 W， 搞了个一次性，然后直接就被淘汰了。你这属于初选到了复试被淘汰了，是吧？我们说三高达成其中一高，且另外2条不能没有，才能让一个人长期大额为你付出。哪3高？扣在公屏上。哪3高啊？哪3高？长期大额，2个缺一不可。哪有高颜值呢？啊？哪3高？是吧？可以说是3高，也可以说是3个绝对，是吧？对，高光环、高共鸣、高10点半，对吧？3高必须有1高非常高，对不对？另外2高不能没有。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啊，大佬身边的女人都很容易吗？真正厉害的那都不是凡夫俗子，都
都不是那种胭脂俗粉，知道吗？你要么就是名声响当当，这个就叫高光环嘛，名声响当当，对吧？我有一个 title， 我是主播，我是个大主播，对不对？哎，我是个新闻主播，是吧？我是个什么哪里的演员，舞蹈演员，我有作品，对不对？我是外交官，这些东西就是高光环，就是一拿出去这个叫社会身份名片，首先人家就觉得牛，是不是？这个叫高光环。高共鸣，我说高共鸣的首席代表是天道里边的芮小丹，大家看看就懂了。我说的这个高共鸣，就是说任何一句话这个男的说出来，他都不会让这句话掉到地上。我能够理解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的同时，就算你维度比我高，但是我依然能够说出非常有智慧还能引发深思的发言，而不是一味的接受认同接受认同倾听，接受认同倾听，这个都是最低级别的，是每一句话我不让它掉到地上，我还能给你回去，我回去的这句话还不傻不无知，还非常的有东西，这个就是叫高共鸣。高10点半，高10点半就是这个人他跟我有这个东西之后，觉得我靠，哎呀，这个服务体验好，是吧？这个消费体验很极致，消费体验很极致啊，是不是？3高至少有1高，另外2高还不能没有，这个就是长期高额。所以如果你不吻合我说的这个，对吧？你不吻合我说的这个，你说我年轻漂亮，吻合这3高吗？不吻合，懂吗？年轻漂亮，其实我说的这3高你一条都没挂住，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说达不到我说的这个标准，没有你3高1高都不高的，那么别人的短期的高额付出是正常的，是吧？短期高额付出是正常的，但是你想要长期高额就很难，或者说短期的小额付出那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任何难度可言是不是？或者是长期的小额付出，因为长期的小额付出它就是一个低成本持有概念嘛，对不对？低成本持有，那么他反正觉得划算，是吧？觉得反正就跟我们有的时候我要买这个恒隆，我也买拼夕夕，是不是这个道理？恒隆有恒隆的打法，拼夕夕的打法，对吧？都可以，它都不影响，都互不打搅。所以说当我这3高你1高都不占的时候，你就要明白，如果有人对你短期短额，对吧？或者是短期高额，或者是长期低额，这3个你有可能能拿到其中一个，而且你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拿到其中一个，可能你要采取堆量，是不是？你要采取堆量了。如果你们想达到我说的长期高额，那么你就一定要在我说的那3高上面下功夫。漂亮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说，它是下滑的，对不对？漂亮这个东西它是下滑的，颜值水平是下滑的，年轻这个东西它是下滑的，一个下滑的价值是不可能让别人长期的用一个高溢价来面对的，这个就是核心本质，对不对？大道至简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曲的或者是怕走丢直播间的宝宝们，一定要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首页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包你说话，包你说话。哎，喂，你好。你说。我在。好，你说。能听见吗？可以。我先讲一下我的基本盘。其实我关注您很长时间了，然后一直从之前的平台追到这里，然后非常喜欢你。
说今天的问题。我是一个新一线城市的，然后呢，我今年30岁，然后年收入呢大概100左右。然后我今天要咨询4位男嘉宾，然后我咨询的，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职场。好，你快速的说啊，你把每个男嘉宾分配的时间一定要合理啊。好，然后第一个事情呢，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男嘉宾要放在一起说。就是有一个呢是苹果，然后是那种还比较大的苹果，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做生意的，然后我跟做生意的这个呢是属于那个可能是男女朋友关系，然后呢苹果呢我认识他很多年，然后呢现在关系也比较紧密，然后我需要把苹果的资源通过这个做生意的然后进行变现。对，然后这个苹果呢他想让我给他带球，但是我不想带，我只想搞钱。你等会儿，你跟这个完了，你给我把直播间搞那个，你跟这个生意的本身就是男女朋友是吧？然后但是那个苹果跟你之间现在已经有关系了吗？对，也有，他们俩都是相当于有一个是你长线的，但有一个可能就是偶发性的，是吧？其实那个苹果已经维护了有挺长时间了，可能有个2年，但是呢是你好像只要是跟你有过实质关系，你就全部统一说男嘉宾就行了啊。我知道有实质性关系就行了，好吧？对，那这2个就都是男嘉宾，然后呢然后那个苹果想让我给他带球，但是我不想带，我就只想告密，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沟通这个事情。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在心态上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很多事情我不好意思跟他开口，我就不知道这个，因为我可能会害怕失去跟他的这个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简单，这个问题你不要问了，别，我帮你节约时间啊！你们再说下去都是废话。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只需要跟他讲一句话，你就说我是很怕生小孩的，因为我怕给不了他好的生活条件，我给我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达到生孩子的门槛，就是我手上至少有1000个 W 的现金。当我有1000个 W 现金的时候，我就愿意生第一个小孩。那我就跟他把这个讲，直接说这一句话结束。OK， 然后如果说我拿他的米和我通过他搞米，那可能是后者会更好一点，对不对？什么？就是我拿他的米和我通过他搞米，比我通过他搞米要好一点。你拿不到他的米，苹果是不可能直接跟你给的啊。明白。然后呢，还有一位就是我没有跟他怎么样，他应该不叫男嘉宾，就是一个男性角色。然后他是一个小苹果，然后这个小苹果呢是工作关系当中认识到的。然后呢，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又想和我达成合作，让我去帮他搞米，然后呢，他又想搞我的人，然后我就很难去跟他把这个关系保持好。然后我已经有1个星期左右我没有跟他联系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聊这个事情。这有什么好聊的呢？你是我们学员吧？我私下有。你是我们学员吗？我不是。好吧，你们都不是我们学员，你们还上来跟我表啥白呢？连我们的基础的理论框架都没有，基本理论框架都没有。我们的基本理论框架，我是一切的本源，我的诉求优先于一切诉求，一切以我的这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我是放第一位的。这个人他要跟我聊任何东西，首先是达成我的诉求，不是我把他的诉求放前面。那我是跟他谈工作呢，还是你想跟他谈什么？我只想搞你，就是那就对了。好，停，那就多说一句话的废话。我的诉求是优先诉求，优先序列，明白吗？你要跟我聊任何东西，先以达成我的诉求为指标。明白。啥还没有呢，上来就要跟你这跟你那跟你那跟你这种男的，他在我们的4个象限里头，他一定在后面2个象限。我们对男生的分类对大佬分类4个象限，对吧？伯乐、皇帝、生意、鸡肋，他要么就生意，要么就鸡肋，他都上不了前面2个档。我还跟你琢磨什么东西啊？但凡能上前面2个档的，他一定很懂事儿，
他不需要来跟我啥还没有呢，上来跟我聊什么，哎，我要跟你好，我要跟你做事儿，没有这个事儿的，没有这个事儿的，他们都懂，我应该先跟你给点什么好处，再来谈别的。明白，对，那我觉得他是有点差意思。那我就把诉求跟他讲清楚。我 OK， 因为他在工作上他也需要我的资源和关系。我只做事儿，我只做事儿，就是我们先把事儿做明白，我们先把事儿做明白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很久以前的前任，就是他大概在我身上可能花了有个200多吧。然后呢，他中间劈腿了，他跟别人在一起了，不要违规啊，甩了，不要违规，好，就是他中间那个什么，就是出去晃了一下，然后就跟我分开了。然后呢，他现在又回来找我，但是我现在在想，我要不要跟他就是复合？所以你们没有学习的，我跟你们聊天就费劲，因为我们所有的理论框架，你内心当中全部没有。你看，你刚刚问的这4个人，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理论体系里头找到非常明确的答案。你这个我又可以套一个理论进来了，我们叫用行动推动决策。你不知道该不该，你不知道该不该的时候干嘛？设条件就完了嘛。设条件啊，你给我什么，你达到什么标准，我就能往下走。你达不到这个标准，那自然而然就是不走。100、200、300，你开嘛。我觉得我之前可能那个钱我觉得 OK， 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钱他不 OK 了。就是如果我现在去提高我的要求，就是他如果不接受，那我就算了。然后他接受，我可以继续，是这样。当然可以，对啊，就是这样啊，用行动推动决策啊。一切以我的诉求为第一优先诉求。好的，明白。然后我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你下去学习吧啊！别下次聊天别这么费劲了啊！拜拜。好。因为你们不是笨人，知道吧？笨人学我们的东西，可能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啊，我学了以后我没有办法致用怎么办啊？我要去找老师，我要去什么1v1指导。但是像你们这种一开口都脑子很灵的人，你但凡把我们整个架构体系搞明白了之后，你会觉得一通百通，知道吗？你再跟我对话的时候都不是这么个对话模式了，你就提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你们不要觉得一个人手上有好几个男嘉宾就怎么样。我告诉你们，我这边接手，我们4年以来啊，我们接手的上万的案例，我可以这样跟你们讲，手上同时拿捏的男嘉宾多的人，他并不能拿到巨大结果。你们不要觉得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手艺的一个事儿啊。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当他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往往他在任何一个人这里都没有拿到巨大回馈，他都就是这里搞一点，那里搞一点，那里搞一点，这里搞一点，知道吧？就是你的整个理论体系啊，它不扎实，你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理论体系，整个的架构不对，没有办法去指导你后面的动作，能够非常清晰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走，而且能够用最小的力气拿到最大的结果。因为你知道吗，当你一个人去跟很多人去，我跟你说啊，这个平衡啊很累的，但是这个里边没有产生结果，不停的在平衡的时候，你全部是内耗，知道吗？你全部都内耗，你今天你为这些事儿你就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是往往你跟一个人把这个关系处明白了，如果你这个选项选得好，选项选得对，对吧？你看我们昨天我们一个学员不是1个月是吧，提了个488，这能说吗？反正他自己都发我们社群了，应该能说。昨天我们学这就是什么呢？就是选择，你选明白了，知道吗？你这个目标选得好，然后你自己的底子很不错，对不对？形象、智商、方方面面、情商都非常的。488是个车，乖，488。就是你方方面面都很到位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一个点，它就是一个支点，啪，它就能给你翘起来，对不对？要不然你整个理论体系没打通，你天天就想着我这个要搞那个要搞，它全抓手上，你全部抓在手上又怎么样呢？它
不能出最大结果，因为你每一个对象内心他都有杆秤，他都觉得反正你对我也对吧，反正你还1、2、3、4、5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对你负那么大个责呢？我没有必要啊，对不对？我完全没必要，我又不是冤大头，是吧？你搞得分散式经营，我顶多就是个加盟商，你说我费那么大劲干什么？对不对？这边还能登吗？有什么东西可以登吗？大家稍等一下，我这边有个号又没了。这个是我要先把这个退了，我要先把这个地球退了，是吧？大家稍等一下啊，我那个换个账号登一下，有个账号没了。来，那个我们 CEO 灌个口来，大家来，掌声有请我们的 CEO 给大家表演一个灌口。好的，直播间的宝子们，我们直播间左上角点开我们的粉丝群，左上角点开关注，我们加入到粉丝群，跟着曲曲不迷路。咱加粉丝群会收到我们的曲曲团队为你奉送的直播记录以及 CEO 的灌口。想学习、想进社群的要进我们的粉丝群，找我们的导师1v1陪跑长本事的，也要加关注。好，各位，我们学习金贵的关系啊，咱坚持长期价值主义。曲曲呢会给你的人生给足长足的发展建议的。大家学习正版的金贵课，释放可得却不可得，洞悉关系知冷热，结识金贵姐妹淘，练成金刚小油条，认知提升乐逍遥。自己给自己鼓掌。你这个什么玩意儿？你这后面你们2个点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还有2个点。曲曲教咱变强大，咱跟曲曲打天下。我们学习金贵的关系，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停止内耗不费力，人生起飞不沉沦，结识金贵的姐妹，恋爱避坑不踩雷。行了，差不多得了，你再给我整，你给我整广告，给我整疯了，你一会儿。跟你说了不能整。大家要看曲曲的新书，曲曲新书你就是光，谁读了谁就是光。好，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大家好，欢迎你们！是我吗？哎，对的，你好。Hello， 曲曲。你说，我准备一下稿子啊。我是看了你的书，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经历很像。我的家，不要退出哦。一路，我也是一路学艺术，就是一直都是靠自己走过来的。我今天想跟你咨询的是2个男嘉宾。我先说一下自己基本盘，我是29岁，硕士，长相肤白，清纯型的，年薪是20个，在超一线的体制内。1号男嘉宾是37岁，没有进过围城，资产大概是几千个 W， 我们分分合合了4年，但是4年他一共也就给我花了30多个 W。最初是我跟他哥们儿在一起的10来天，后来才和这个男嘉宾在一起的。我本来是想走婚恋，但是他就觉得我跟他这个哥们儿有过一段关系，我们2个一直地下恋情，就是他家在哪儿，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然后在21年他劈过一次叉，但是我当时是有这个报复心理在，我就跟他的一个大客户在一起了。我跟他在一起了5个月左右，他给了我一个花了50个 W， 但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大客户的品质实在是太差了，后来他也找我回头，我们就和好了。然后去年他发现了这件事儿，他就非常生气，后来就是这件事儿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还有他的付出意愿都变低了。哎呀，大客户不是，等会儿
你大客户1个月花了50，你说人家品质差，他4年花了30，这男的品质好，你们什么衡量指标？你们的衡量指标是什么？到底？不，这个品质，我觉得是那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他不杀生，什么意思？我的妈呀！哎呀，你接着说，接着说。然后就是在他付出意愿变低之后，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社交，我就开始出去玩，然后上9月份遇到了这个2号男嘉宾，哎，我找找我的词儿啊，他43岁。那个资产大概有大几十个小目标吧，我是在饭局上认识的，因为我在饭局上我要唱歌，他就给我转了个几千米，然后在之后他也会喊我和他认识的其他女生一块儿吃饭，也单独约我吃饭，但每次吃饭他都会转米，但他明显就是斗偶男，但是是皇帝是伯乐我分不清。然后第4次见面，我们俩吃完饭后，他去了我家，发生了这个10点半，也很和谐。在这个之后，他也正常的会喊我应酬，也会单独喊我吃饭，就1周见1到2次的频率。平时也不怎么聊微信，一共见面了10次，付出了15个 W， 但包括我之前过生日啊，然后他说以后感情好了，说会买房子这些。然后我的问题，我就想问这个1号男嘉宾是否还要继续联系？因为1是有感情，2是他付出的，就是每次一两个 W， 他还是愿意付出的。然后这个2号男嘉宾，就是他对我转米的时候，就是他对我转的，就每次吃饭啊，因为我们发生过10点半，他给我转的米和那些没有跟他发生过10点半那些女孩转的米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看我都可以抢你的台词儿了，真的是，哎呦我的妈呀！对，然后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双11啊，就可能会给我卡里反正转点钱，但我觉得好像远远不太够，所以我要跟你连麦，因为你就是那个基层员工，知道吧？你就是那个基层员工，你还说跟我的成长经历相似，我们如此相似的成长经历，怎么养出了我们如此不一样的人格呀？啊，这个智力水平差距有点大啊！问问你妈怎么回事，让你妈跟我妈沟通一下。你说人家也是这么养的，你也是这么养的，怎么把我个脑子养这么糊？只有小时候学艺术这段经历相似，其他的脑子我不配跟你相似。你呀，严重的就是属于智商上的硬伤。我告诉你，就我刚刚跟你提的那一个问题，就显然就体现了你这个人呢，脑子不清醒。你到底找这些人是干嘛的？你从头到尾就是个糊。你这个人吧，又管不住自己。我说个不好听的，你好歹也是个学艺术的美女，把自己的个身价搞得无比之 low， 稍微动点脑子，马上能给你盘上手。就你这，你还想干溢价？你议个鬼的价！能给你议价的人呢？你说人家品行不好，你说人家什么人性底色不好，你用什么东西评价的我都不知道。然后就是搞得太花了，人家花，但是人家愿意付费。哼，你那个不花是吧？4年30不花，人家主打就是个忠诚，是不是？他用那个忠诚是你想要的吗？忠诚吗？啊，不忠诚。所以我就说，当你们为任何一件事下定义的时候啊，没有具体的衡量指标。你内心当中没有标准，你全部都是按自己的感觉。我感觉这个人好，我感觉这个人不好。问题是你的感觉是完全就是感觉都不准，就是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你的这个思考啊，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特别不好。我请你啊，管住自己，不要随随便便的跟别人发生什么。如果这个毛病你改不掉，你的身价永远上不来。你现在多大？29。妈呀，睡醒了，这是属于睡醒了。你们这都是要下朝的年纪了，还在搞这稀里糊涂的、稀巴烂的，搞不清楚的。我们这，你跟这男的耗4年，
房子有吗？他有吗？30个 W 给你付出了30个 W， 房子没有，车子没有，资产没有，事业没有，你说你在干什么？事业就反正就是研究生毕业落了一个那个体制内，关他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基础的指标跟他有关系吗？没有，你能搞得定人家大客户，人家一个月能拿50的大客户，你不好好维护，你那个维护下来4年，你他妈身家都翻几倍了都。不是1个月，也4、5个月了。好，4、5个月，好吧，总比你这4年30强。那肯定。你呀，想明白自己要什么啊，也看明白自己没有什么几斤几两的东西。如果看中了一个人，他有这个水平，别人有这个实力，请你不要快速的把自己交付出去。该设门槛设门槛，该提条件提条件。你是我们学员吗？我有个闺蜜是。我的妈呀，那你那个闺蜜大概率应该能比你混得好点儿。真心话，在我们这大部分还是混的还可以，拿到结果了，他就是想拿更大结果。像你们这种又不爱学习，脑子又糊的，真是没办法，就没整，知道吧？你真的太差了，你这完全没有利用好你自身的价值，然后你晃到29，脑子还没开悟。你这几个男嘉宾都不行，都不行啊，完全不行，没有一个能用得上的。你不行，咱还能把那个大客户追回来不？我的妈呀！我实在是我就无法跟他那个。你这几个人都不行，完全是耽误青春、耽误时间、浪费空气。那这个2号男嘉宾也不行啊？不行，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做 low 了。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好开始没开好，等于直接砸盘，知道吧？那我还这2个我都没有必要再联系了吗？完全没有必要。你遇到好的男的，你首先第一件事，你先去上课。你遇到好的合适的人选了，你上来1v1，你不要自己思考了，你的那个思考完全就是稀巴烂。好了，真的你别想了啊，停止思考啊，好吧？那如果这个二号如果在喊我吃饭啊这些的，那我还能去吗？我不吃，那有啥好吃的？吃饭，除非他能有别的大佬，你还能再链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价值跟意义，好吧？而且是要保证吃饭他不跟你表现暧昧的情况下，你那个饭才有吃的必要。对我们2个就是出去吃饭，他不会表现出来我俩有过那些关系，他就是可能他还要再链接其他的女生。所以我说了，你就是为了去链接其他的男嘉宾的，如果有可去，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如果没有就不要再吃这种无意义的饭。但那他每次吃饭也转个那红包呢？转他的呗，反正你别跟他怎么着。就是只吃饭。大姐呀，你知道为什么我能抢答你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做了额外的付出，但实际上你在别人的心里就跟那个啥也没付出的女的在一个档次。那你还做什么额外付出呢？就这样。一个二个不学习，上来就是问一些莫名其妙，主打就是问那些莫名其妙啊。我都能抢答，你说你们这我都知道，像你们这把自己搞得不值钱，那别人肯定对待你跟对待别的女生主打就是个一视同仁，对吧？你一点差异化都不做，上来没个2天，夸夸的跟别人该发生的都发生完了，你说你还有什么价值啊？你有什么价值啊？我的天哪！还在说，哎呀，他为什么给别人的都跟给我都是一样的呢？因为人家压根就不觉得我跟你发生了什么之后，你值得让我给你议价，你只会因为这件事变得廉价，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被议价，好吧？我跟你们讲，在这种圈子里边，出去吃饭本身它就是一个工作，懂吗？本身在这种圈子里，这些大佬他们要请别人出去吃饭，对吧？想要叫女孩子一起让这个饭吃得愉悦点，本身这个它就是带有极强的工作属性的。
所以他要付这个费用，就是因为你花了这个工时，明白吗？你以为是什么呢？所以说人家也来吃了这个饭，你也来吃了这个饭，他按饭付费，懂不懂？你如果说要跟他发生点什么，一定是因为你压着，然后让他觉得你这个女生怎么都不上钩，怎么都不上套，但是除了我还有无数的男的喜欢你，我觉得你有价值，对不对？起码我要保障一件事，保证什么事儿？这个女的要是真的跟我有点什么了之后，我不用担心她明天又跟别人怎么着吧。我这么大个老板，我到时候被别人戳脊梁骨，为什么？因为能迅速让我上手的人，一定能迅速让别人上手，等向逻辑，明白吗？这就是老板思考问题的方式。老板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他不会把自己看得有多么特殊，知道吧？如果我2天能搞定你，那么你一定能够2天被所有人搞定。他就直接把这个事跟你划等号了，你还值什么？你有啥？我觉得那男的品质不行，对，花50个 W 男的品质不行，你品质好，你品质真好，你见一个男的你就可以跟他怎么着，见一个男的可以跟他怎么着，你说你在别人男的眼里你品质咋样？哎，人要不断的把自己打造出高级感是哪里来的？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看过，什么东西在我这个地方拿得起放得下，云淡风轻。我对你好，那是因为我有素养，我被你喜欢，那是因为我值得，我不想跟你发生什么，那是因为你还让我不满意，对不对？这个才是做出你的高级感，对吧？我出来不是你一个大佬会给我抛出橄榄枝啊，无数像你这样的男人都会给我抛出橄榄枝，你要给我一个理由让我选你，是这个概念，明白吗？你们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质感给它做出来，走雌竞一样的呀，你是做质感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如果说你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哎呀一送一给你绣个光环，哎呀他好厉害，没见过世面，是吧？一送个包，哎呀我好喜欢，我要跟你怎么着，没消费过大的是不是？哎，他跟你说两句甜言蜜语干嘛的这个那个的，哎呀追他的大佬太少了，没见过，没听过画大饼的对不对？所有的行为都会沉淀成对方脑子里对你的定义，好不好？所以说规范化自己的行为，好吧，把自己的行为做得有质感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曲曲的，或者说害怕走丢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我告诉大家，在这个赛道上只有曲曲和其他好不好？大家不用每次直播的时候呢都惊叹于我的这个表达和逻辑好不好？因为在这个赛道上呢，咱们就是属于没有对手好吗OK， 就是据那些啊，你们知道，据那些卖盗版课的人呢，他们对我是这样评价的，说我的直播比别人的课更有价值好不好？不要拿我的课跟别人的课比，那没有什么可比性，我的直播就比别人的课还要有价值10000倍好不好？我们不让大家在这里浪费1分钟，对不对？来下一个来画质不清晰，你可以调一下你的清晰度啊。Hello， 你好。喂，是到我了吗？哎，你说。我是默默。啊，天哪，到我了。忽然到我了，谢谢曲曲。那个，我找一下我的稿子，然后我先表达一下对你的一个感谢，因为我今年34了，然后我特别想跟直播间的女孩子们说，如果你们20多岁就遇见曲曲，你们真的太幸运了。然后，但是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就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你这句话当时真的是把我从一个特别特别纠结内耗的一个状态里面给捞出来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好。然后我今天是来咨询一个正常的婚恋关系。然后我可能稿子有点长，但是我尽可能快的说。首先我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有一个很大的短板。
我34岁在漂亮国，但是我8年前有过一个比较大的病史，你懂的。但是后来治好了，然后因为是早期嘛，然后治愈以后这几年都还比较安稳。但有一个影响就是我不能自己带球。但因为好在我在漂亮国，所以有一些医疗的手段，就是还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然后米的话，后面我都按国内的这个标准去说，这样可能好理解一点。我现在的收入是1年150个税前，然后自己的存款是300个。我家里是3线城市家境中产，然后家里也资助我买过一个800W 的房子，但每个月呢有15000的这样房贷。然后颜值在7到7.5的样子。我的男嘉宾是33岁，我们俩同行，然后我们俩就是都有卡，所以大概率会在这边定居。他的颜值是在5.5到6的样子，然后1年税前是200个左右。他家里是新一线，资产可能是2000个左右。然后他有一个没有贷款，然后也是800万左右这样800W 左右这样一个房子。我们在一起大半年，然后之前情绪价值10点半，然后他的付出意识全部都非常非常非常到位。就他的现米拿到一个手里，1个月可能也就是7个 W 的样子，因为他有一些可能是股票或者是年底才能拿到的，但是他半年的时间就主动给我花了差不多30个 W， 就正常婚恋关系的情况下，就基本上属于是曲曲说的那个老婆本儿。然后但是在我3个月前生日的时候，他就没有送东西。当时他说便宜的呢他送不出手，然后贵的也送不起。其实就我们俩这个收入在这边，因为消费水平比较高嘛，我们俩的综合收入在这边的家庭里其实算是中等偏下的。然后我就对比身边追我的，就是虽然年纪大，但还是有一些年纪更大的小哥哥，就追我的这些小哥哥，他们可能是300-400个 W 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我就对这个男生有点不满意，他不太上进，就觉得他明明是脑子也够，然后学历也够，但是就比较躺平，性格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故意作，然后怕他太上头了，把老婆本坑了，然后要绑定我，所以我有点作，想就是把他稍微推开一点点。但是又觉得他对我真的很好，然后房子也没有贷款，所以也没有想过要直接分。问题就是在于后来我们2个月前回去见他爸妈的时候那个问题，然后他妈妈他之前就给我打过预防针，说他对前任都非常非常挑刺，而且他妈妈在微信上一直是非常非常黏他，就是对他的这个情绪需要比较多。我们回去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的是不管家里怎么说，然后他都会维护我，然后我明年春天领证。但是等我们回去以后，就是第一次见面吃饭，他妈妈就特别特别不友善，就说我们俩时间太短，然后他都没有怎么跟家里聊过我，所以我不适合住在他们家，女孩子们要自重一点，然后既然回国了，你就回去陪你爸妈吧，就类似这样子的话说的挺好呀，人家。然后他有维护了一句，这个男生当时有站出来，就是说跟他妈说你好好跟人家说话，就这样子，但是他就维护了几句后也没有什么用，就他妈还继续说。然后后来我就气的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然后但是过了2天，他给我打电话就忽然改口，就说让我们2个人慢慢相处，然后等家里同意的时候才能结婚，就跟他之前跟我说的不一样了。然后我当时就很气，我说你还敢跟我这样，然后我就跟他提分手了。然后他还给了我一个10个多 W 的一个分手礼物当时，然后我心里就还挺难受的嘛，就有一种落差感。然后回漂亮国之前有一天他就来找我，因为我们只是回去度假大概1个月这样子，他就来找我，然后他就说想再见见我。结果就那天，然后我偷偷看了他的手机，我就发现他其实逼我这个分开是因为我们当时刚回国刚落地，就没见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就给他介绍相亲对象。我就已经想到了，是吧？然后我刚离开他第3天，他去相亲就算了，哎，不要说这个玫瑰词啊。对不起，他去对对碰就算了，然后他还看上人家了。那个女孩可能就是28岁，然后长相大概6、7分，其实家里学历都蛮普通的，但是就是那个女孩非常非常舔他，就说什么对他一见钟情了，然后在他的介绍下看到了国外的世界这样的。快速提问，微信快速提问啊！你这个问题不复杂，快速提问。然后大概就是这样。总之就是他现在我们俩现在回漂亮国了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现在不想复合，但是因为我一哭二闹三上吊，他就去跟这个女生就说要断。当时他俩已经说要去成都一块玩，要开一间房了，然后我不让去，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硬是不让去，然后把他留下了。
他现在就是在我的这个情况下，他把那个女孩又删了以后呢，但是又加回来过一次，然后现在又删了，然后他又跟我说他不想跟我复合，但也不会再理那个女孩，然后他现在又经常会找我，我不理他，他又经常来找我，我就觉得。我就想问曲曲，他是不是把我当一个 PY， 或者是太寂寞了？然后我现在是应该继续去慢慢跟他寻求一个复合呢，还是就是赶紧下一个吧？赶紧下一个吧。首先啊，我们不从这个男的在干嘛，我首先说你要明白你的诉求。本身呢，这个男的在你眼里呢，他是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对象。我说的对吗？因为在没有发生这么一系列事儿之前，他最多打个 6.5， 都不超过7。所以你还想通过推开他一点的方式来压你们之间的节奏，不希望你们之间发展得快。你也在看其他的收入比他更高的男生，也有其他的男生在追求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如果你对我足够好，那么我就跟你往下走吧。你的内心本来是这样对话的，这个其实是你给这个男生给出来的价值档位 6.5。但是因为你回去纠缠了这一通，他妈给他介绍对象这个那个，你的胜负欲上来了。你之所以会淡出你这种不明智的什么这哭啊闹搞的这种行为，你根本就不是因为舍不得或者爱，而是因为你不能忍受自己被一个不如自己的人打败。这个才是本质，你根本就不是那么的在乎这个男的，你是不能容忍自己在这样一个女的前面还输了。其实这个毫无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啊，我们不能更改自己对这个事件本质的评判。本质的评判是你是 6.5， 你这 6.5 就在这个及格线徘徊。你一旦有个事儿不对，其实你就已经一脚被踹出去了。你已经他这个事儿，只要我见完他妈之后发现事儿不如我所想，这个那个也一样行动推动决策了。本来我在摇摆，觉得可以是你，也可以不是你。如果说你对我好，也可以是你。本来你就那么这个时候，正好你一看他妈这个那个，你甭管介不介绍对象，首先他妈这个态度，他就可以把你把这个男的一脚从你的择偶框架上面踹出去，这个就对了。至于他要给他介绍什么人，要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跟你没有关系的事儿。我就是特别不理解他妈妈对我，你不用理解，姑娘啊，你闭嘴，你闭嘴，你不要说话。我跟你讲啊，你们这种思考是极度的屁股决定脑袋的思考。你觉得的好，不是他妈觉得的好。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就希望有一个人在床边上照顾他。这个男的天高任鸟飞，这个女的就在我旁边给我养老，懂吗？你做得到吗？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好是一个人基于自己的需求拿出来的指标，不是用世界的标准去定义，用你的标准去定义的。明白了。那如果今天你找的这个男的是个凤凰男，他妈是个农村的，他要在农村找个媳妇跟他种地，你是不是也要跟那个女的比一比？凭啥我输？有必要吗？一回事儿，好不好？明白了，谢谢曲曲。好，然后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想这个1分钟快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男生最开始我跟他说我的条件的时候，就是我也跟他讲了我的短板，在后来的时候就没有在最开始说，把他弄得很上头以后才跟他讲。然后我能确定他肯定没有给家里说就是一些事情，因为怕家里不理解嘛。但是我不知道以后在对碰或者什么里面，就是比如说我还是在很后期去说，但是假设对方当下说接受，但是之后可能心里又打鼓，那这个时候我应该就是我也无法，他又不会跟我说真话，就他如果介意的话，你不说，有啥好说的？没有证据的东西就不用说。然后你到后期的时候，到了两个人谈婚论嫁，你说我还是希望我们两个人以后好好正比，然后呢，我们可以去那个采用科技手段，因为我也不希望自己未来把我的事业折损进去。就这样啊，以独立女性姿态来聊这个事儿，好吧？明白。谢谢曲曲，谢谢你又拉我一把，非常感谢你。
你们的胜负欲啊，简直就是无聊至极，真的是无聊至极。我告诉你们，每一个系统的评判标准都不一样，知道吗？每一个国家对于女人的审美都不一样，对吧？任何一个人眼里的评判标准都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就喜欢好看的，有的人喜欢会做饭的，有的人喜欢精英的，对吧？有的人喜欢文化水平高的，有的人不喜欢文化水平超越他的。你们到底是在用什么去定义这个好坏？你怎么能够拿别人的标准去定义你的好坏呢？你的好坏是在你的成长路径当中，你的追求当中定型的，他的好坏是在他的生长环境里面去定型的，对吧？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因为别人的评判标准感到自卑。任何时候，每天我们眼睛一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更爱我自己？只需要思考这一件事儿，对吧？我今天做什么能让我感觉到能量满满？我今天做什么能让我感觉到平静舒适？我是读书觉得我高兴我就读书，我跑步觉得我高兴我就跑步，我出去交朋友觉得我高兴我就出去交朋友，对吧？我只做让我自己认为我在成长的事儿。我为什么要按别人的指标来呢？别人的指标千万1000个读者1000个哈姆雷特，我不能因为今天这个人说要女人要3从4德，我就去报个女德班是吧？那个说啊女人要女性独立啊，我就去报个创业班。你神经不正常，钱多了没地方花还是怎么着，是吧？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指标。我告诉你们怎么找自己的指标，很简单，你去看这个世界上让你觉得最想成为的人是谁。你们看这个不迷糊，知道吗？看了这个之后啊，你就要坚信这个是信仰。因为你们一定会在你的框架没有足够稳的时候，你可能会今天听到这个说了啊跑了，明天听到那个说了跑了，对吧？但是反复的告诉自己，我想成为谁，对不对？你们别把我的名字扣在公屏上，这事儿弄得挺不好意思的真的是对吧？我想成为谁，那么你就知道你明确的方向感在哪里，那个就是你的行为准则，懂吗？你就去好好的去研究这个人他是怎么想问题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处理问题的，甚至于他是怎么说话的，对吧？他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他见过些什么事儿，经历过什么事儿，他在那些事儿里头的思考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样你先去看结果，这个人的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如果这个人的结果是我想要的，那么我就坚定不移的去模仿他的行为路径，知道吗？而不是纠结于自己的某一个行为路径是否对。你们的错误点位是产生在这儿了，走弯路的点也是产生在这儿了。你们一直在摇摆，一直在徘徊，为什么？因为你们老是在想当下的这个行为是对还是不对。但是行为的对错本身没有指标，我们的行为永恒的是要跟我们的目标强挂钩，知道吗？是用目标倒推行为，不思考行为的对错，只思考目标想不想要。只要目标是想要的，我当下的这个行为是靠拢目标的，这个行为就是对的。当我脱离目标想行为的时候，这个叫无效思考，对不对？因为脱离目标想行为，你的行为准则是飘的，它没有一个非常稳的东西扎根拽在手上，它就会一直飘一直飘。今天看这个觉得人家说了啊，我们要那个苗条，我也去搞苗条。明天看那个说，哎呀，人生苦短，如果说吃的不能好好吃的话，还活着干什么呢？我就想，哎，也是，那我就放开了吃对吧？你这是不是跟着人家说的这些什么价值观啊，这个那个的，跟着别人的行为准则在跑路，对吧？所以说你们要明确的是目标在哪里，我想成为谁，看准了我想成为谁，
把它当做你的信仰，当做你心里的光，然后坚定不移的往这个方向走，那么你走的方向就一定是对的，你的动作就一定是对的，好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或者是想要成为曲曲，想要靠近我的宝宝们啊，然后呢害怕走丢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说，你说。Hello， 你不要退出，退出听不到。我真的没有退出了。好，好激动，好激动。我找一下我那个稿子。好，曲曲老师上午好啊。就是我今年无意间刷到你的直播间的，然后我就觉得对我收获还挺多的。我想问2个，就是第一个呢，我的基本盘我是在13线的城市，普通家庭，然后家里条件一般，35岁，我觉得我好激动，说话说的有点不领情。没事，慢慢说。然后就35岁，然后家里有2个3岁的球球，今年开始工作的，以前有工作，但就说因为有球球就一直没有工作，今年工作大概是年收入20个左右。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去扯这个快乐证？因为我跟男一是在我们在一起有10年了，进围城有7年，他的婚姻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2婚比我小，然后而且是当初进围城是什么都没有啊，然后而且还有一个男球13岁，然后就婚后也是一直我家里在帮忙照顾，出钱出米的那种照顾，然后我们就婚后2020年就试管了，这个话能说吗？这个2个字？好，不要再说了，往下说。就有一对宝宝嘛，然后的话就是他去年有出去工作，他也出去了，在家帮我照顾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那时候创业失败了，然后他也帮我在家照顾一段时间，然后他出去差不多2年了，我们也都没有联系过，也没有发过视频给我们家2个球球看，然后就今年就他家里人把那个13岁的篮球带回去家里照顾了，我们在一起创业期间，我名下负债了180个，我家里拿了60个，就家里掏空那种，他跟我家里写了那个某条，然后没进围城，我可能是恋爱脑吧，就没进围城的时候，他有在外面乱七八糟，然后进去之后他也有，但是我觉得我就没有去想太多，我就想着好好过日子吧。然后后来我们有聊过扯快乐证，然后他说付的米他来管，然后会陆续转200个给我们家为止，转完为止，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转1分。就前段时间我们2年都没有联系，然后我发条消息，我说我觉得好失败哦，就觉得很亏欠小朋友嘛，让3个小朋友都没有完整的家。他回了我一条消息，他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你不要发消息给我了。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扯这快乐证，然后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如果他要负这个责任呢，他可能就会把这个债给还了，如果不负这个责任，我觉得不扯也没必要。我是想着要扯的，但是我就想听一下你的意见，我要不要去扯这个，然后就是跟他的事情。然后的话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先解决第一个还是说我继续说第二个呢？你这个男的要啥没啥，你这个问题有啥好说的呢？你就是这个问题都没有思考的必要，他主打就是要啥没啥，然后你们反正现在球也是自己带自己承担，对不对？你是不是自己承担？对，自己花费自己承担，自己负债自己还。这个男的他连个空气的作用都没有，空气还要离得近才有作用，他连空气的作用都没有，你这个你让我这从哪儿说起呢？这个没有，因为我想着就是如果我扯了快乐证，那个债务可能就是180个 W 全是在我的名下。你不扯为什么呢？债务也是平分的呀。我觉得我是被他炸了的那种吧。不重要，因为全是让我名下出来的。你名下是不是婚后？有婚前婚后。婚前多少？婚后多少？婚前大概就几十个吧，后来差不多100来个吧。那后面在大头吗？婚
婚后的它就是双方共同债务。你不用纠结这个问题，该怎么诉怎么诉，该怎么走流程怎么走流程啊。好吧，你自己呢？我觉得你呀，如果说创业一直在亏呀，可能你这个商业思维不太行，咱们能不能去干点正向现金流的事儿？我现在没跟他在一起，然后我现在出来工作，就大概年收入，今年刚刚上班20个 W 左右这样吧。我建议你呢，把你是做直播带货的，走扯快了这样的流程，然后呢，慢慢的开始产生正向现金流，好吗？行。然后呢，我男二呢是在新一线，就是说，因为我以前没有这样的思想，就看了你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开心嘛。我跟他认识10来年了，他是在围城内50，有2个粉宝。资产大概一个小目标左右吧，然后认识10来年，就他出国也给我带过东西，我也给他转过米，但他没收，然后我就给他寄过家里一些什么特产什么之类的，10来年就是一直普通关系，有来有往的那种。就今年呢，就比较联系比较频繁，有点开始暧昧，然后我们就前段时间有见过面，然后我也跟他说我扯了快乐证，他说就很心疼认识的小女生什么现在就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就觉得很羡慕有一对这个球球，对不对？就我们聊天过程中，他有说过，让我给他带个篮球球什么之类的话题，我装信号不好没有听到。然后前几天呢，第一次见面，就他有给我带礼物，我也有给他带礼物，就也那个了，10点半了，因为可能生理需要嘛，然后就有10点半，然后就相处几天也挺开心，挺和谐的。然后他有在相处的期间也有提到，就说他外面的有朋友有生男宝什么之类的话题，我没有正面回答。我们见了一次面，大概是他花了5个 W 这样吧。然后分开那天就给了我们家2个宝宝，不是很多的线米，就5K 左右。然后反正就差不多5个 W。然后在一起几天，他有从中提过他的财政大权在围城内，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就是说跟他继续相处的一个必要，聊下去的必要。就回去之后他每天给我发消息啊什么之类的，每天都发。先诉个苦吧，好不好？就说你现在每天工作特别辛苦，因为你一年只有20个 W 的收入，但是你其实那个在婚内的时候呢，产生了180个 W 的负债，所以你现在其实一直在纠结于这件事儿。就是我要告诉他我的负债情况，对不对？对呀，你都在纠结我要不要继续，万一人家给你把这个坑填了呢，那你就继续呗。那不把这个，要是坑填不了这个坑的话，就是继续不继续就无所谓呗，就是。那他有问过我以前的过往，但我没说。那他说之前没有这个关系啊，现在有这个关系了。说这个情况什么？我说那我下次我就告诉他这个情况。对啊。就具体情况全都说，我负债什么全都给他说的，对不对？简单说呀，就是在婚内的时候，你就说他做生意做亏了，然后呢给我扯了180个 W 的负债，没办法，扯了快乐证，我自己得还这个负债，不就结了吗？还有孩子要养。好，就能聊就聊，不能聊就算了，对不对？对的，好，行，因为我一直在纠结我这个要不要告诉他这个负债情况。你纠结什么呢？纠结怕他跑了？有可能。跑了就怎么样呢？也是的。行，好吧，就这样。好，谢谢啊。拜拜。这要是他要是找我们1v1操作的话，就在见面的第一次，可能就在没有发生什么之前，就能给他聊一部分下来。可能不是说180肯定是不现实的，对吧？但是可能我们会把它聊成一个分期，比如说每一期30，然后要分6期还。可能我们会把它聊成这个状态，然后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啊，因为你本来在这个男的眼里就是一个孤儿寡母的形象，对不对？你孤儿寡母的形象本来就是一个要吃救济的，就是一个需要人帮扶的，需要1v1帮扶对象，对吧？所以说你有这个苦处是很正常的呀。那真正他要是觉得他什么你好可怜呐，你经历了这么多这个那个，别用嘴巴说呀，是不是？我好可怜，我经历多，我还要你说，我当然知道我可怜了，我不可怜，我找你这爹爹干啥？我不可怜，对吧？你让他心里有个数嘛，他心里想着，其实也挺好，是吧？像这种女的呢，
反正呢，我稍微跟他给一点，他也会觉得很满足。那他自己会算这个账嘛？他觉得如果说帮他先承担一部分的债务，让他有点安全感，我觉得也 OK。因为毕竟这男的50了，他还身家小目标，对吧？对他来说嘛，100多个 W 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能够买到一个长期的保姆，对他来说有啥不好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我的，或者害怕错过曲曲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在粉丝群里，我这个草草是啥牌子的？是这个。是这个牌子的，你们看得到吗？来下一个来。我都说了我直播成本高，还有人不相信。我们成本是可高可高的直播间了，知道吗？妈妈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曲曲阿妈，太不容易了，跟你连。你说，那个曲曲你好，我直接进主题了啊。我是前2次有一次你说那个情绪施压杀价的，上次呢有点没说清楚，而且这2天有一些新情况，我想让你帮我再来判断一下。你那天说完了，我有去复盘一些事情，然后以前我以为他想戒掉我一直聊天的习惯，给自己制造方便。现在呢，我就会想的比较多，尤其是听你说完杀价以后。但是他现在是平时去哪儿呢，都会主动告诉我一个大框架，只是不像以前会说细节和过程中主动分享。上次也有说到那个开店用我的生活费，但不是我手里的现米，是预支明年的1年的生活费。他认为我会亏，说自己每个月留点那个基本生活米，即使亏了也饿不着。之前我是怕万一亏了，所以我也不愿意，而且我当时是想要现米没同意。上次连完麦以后，我又提了这个事儿，他主动说可以预支明年的100W 生活费，但是让我做好自负盈亏这个风险准备。当然他可能觉得我和上次一样，就是怕亏了不会同意，他也不用拿这个米。但这次我态度比较坚决，告诉他我说我会给他出一个可行性报告，他说不用，他说只要我自己想好了，想承担这个风险就行。后面就是因为在聊这个事儿之前，我有提到别的朋友，然后后面他也说，我提别人开店这个事儿就知道我有想法，就意思说我在这儿等着他呢。我现在是按照开店这个路子去走，我就想着先把这个米拿到手再说。如果他真给我这个米了，是不是和他说的这个杀价行为就有些矛盾了呢？他这个月拖我就是11月份他拖我生活费，是因为前不久才给了6个 W， 以前这种情况我是不会要的，但我现在会要，而且你上次也说让我要，所以我上次问他要的时候呢，他就说知道了，隔了1天没给我，我又要了一次，他并且告诉他我那6个 W 是干嘛用了，没乱花，因为时间隔得很短，他没理我，就是晚上突然就给转过来了。他以前也是这种习惯，就是生活费或者其他费用都是突然转过来那种。他一直是想让我完全依附于他，我以前就是表现的是那种随缘啊。第1年他是主动付出，从来没开过口，是付出了170个 W。我最后悔的其实就是当时在自己还是香饽饽的时候没有来1为1，错过了最佳付出时机。今年目前是给了80多个 W， 7月份开始的时候我才开始为自己打算，就想明年撤了。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就是在这期间从7月份到现在期间，我就逼着他要米啊，又说工作买某险啊，弄一些学历，他都是反感和反对的。之后我就没提过，但工作的事儿我是坚持那个态度比较坚决的。他就觉得他一直觉得我干什么都不干比较好。但是我就说我说什么都不干的话，我会琢磨他，然后他就提到的开店，他是不想我手里有现米，怕人财两空，这种话以前也说过。之前他是让我办一张新的卡，手机号写他的，他要监管使用情况，这个我没同意。不知道当时就是中间的这一波操作有没有让他察觉到我想后撤了。而且他认为买某险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还说我学什么不好，学人家买某险。大佬一直是被父亲打压的那种人，是近几年才开始有经济大权和话语权，不轻易相信女人的。不管是前面那个还是我，还是现在这个才出现的，都是差不多半年的时候他才开始信任。他掌控欲也是在期间一点点释放的，就是会要求越来越多。前面那个呢，他当时就是冷暴力对方，让对方跳脚，告诉对方我的存在的，他们闹了反正很久。
以前他就会说不会再找了什么的，那个女的走了之后他就变了，就让我就是拿出大方心态，说就算找什么天仙之类的也不会不要我。就之前也说过，就是存在那张卡里的米呢，他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最终都会给我什么，反正就。然后就说如果真找了稳定了会告诉我，对方离不开的时候也会告诉对方，他还是那种人。你到底要问什么呀？你自己陈述的东西你自己听得懂吗？我想给你陈述一下，你陈述的东西都听不懂，都散的。那我就好，那是这样的，就上次我是说到他有肢体排斥那个什么，你说他是情绪施压杀价，但是最近呢，我是发现，就如果我不故意搞事情，不故意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去打电话，他这种情况就会好很多。然后他现就是这几天呢，我就不找他了，而且以前我们俩是白天晚上都经常在一起的。现在呢，就是我在想他是不是想让我戒掉这个习惯，因为最近我不找他的时候他就好了很多，而且他现在也是开始会，就是他除了生活米，他我就是想问，如果他这个肢体接触、肢体排斥和这个情绪如果回来了，是不是就不存在情绪施压杀价，可能是其他想法了？杀不杀价的唯一评判标准是你这个100个 W 到不到得了位，跟他这有啥强关联？最强关联是这呀。那这个的话要等2个多月以后才能。那么你就2个多月以后再判断，你慌这2个月干什么呢？你有下家？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是想，如果他真的是想这样杀价的话，我现在有什么应对的办法？你不用应对呀，大姐啊，你应对什么？你又没下家，你应对，你躺着，啥也别干，就只能等。你有什么？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什么叫就只能等？要干嘛呢？扒别人一层皮，上门。比如说，我觉得他是不是现在怕跳脚？我想是不是要跳呢？那你是个讨债鬼吗？啊，2个月等不了吗？2个月就出答案的事情，有什么等不了的呢？明确答案不好给吗？100个 W 到不得了，到得了位说明他不想杀，到不了位说明就是想杀，还不简单？可能心有点急。你有什么？你急什么呢？你要是有下家，我理解你的急。现在有下面一个等着100个 W 送你手上，你急一会儿。有在接触的合适的婚恋对象，所以就可能有点急。怎么的？两个月马上要干嘛啊？要房子写你名字了？因为他管的都不方便，所以就会想。你们天天搞的干嘛呀？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有狗在屁股后面追着跑还是怎么着啊？你上一回连了个麦，说不明白，到这回连个麦还是说不明白，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文稿到底在整理个什么东西。所有的每一句话恨不得彼此之间不产生关联，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每一句话之间呢，它不产生强关联，你说这。好的，来，你等会儿，你别说啊。首先啊，我给你2个非常确切信息啊。你第一啊，你下次不要莫名其妙的上你麦了。你最好呢去找111老师，把你所有的东西多陈述几遍。你这种陈述方式我们是没办法的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2个非常确切的信息。第一个信息，老师是让我把对抗情绪拉回来。别说话，大姐，我求你了啊！来，第一件事儿，你用什么来衡量这个男的是不是想杀价？就看这个100到不到得了位，到得了位说明他不想杀价，到不了位说明他就是想杀价啊，这是第一件事儿。但是这个男的目前还能确定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想不想杀价往后放，但是他并没有想后撤，他并没有想拜拜，他还想持有你，只是说他愿意在高成本的持有还是低成本持有的问题，这是第2个问题。好，还有一个啊，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你前面让这个男的下笔的点位呀，都不是最优点位。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男的有非常非常非常清晰的特征，别的东西你的陈述都是稀烂，但有一个点我抓到了啊，在你无比之混乱的表达当中，我抓到了这个男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清晰的多偶皇帝男。首先他的定位在这儿，在多偶皇帝男呢，我们在金柜里面你再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那个章节，在我们对于多偶皇帝男的表述里面，我们有非常清晰的定义过，这种人他不愿意给你翅膀，他要剪掉你的翅膀。他跟伯乐男不一样，
所以他所有愿意的付出点位全部要在于你的消费，在于你的羽毛，在于你的光环，不在于你的进步，不在于你的独立。所以你前面所有让他下米的这些点位都没有下到最优解上，你前面所有下米这些点位全部是在让这个人引发对抗，因为他不想要，他要剪断你的翅膀，你不停的要长翅膀，你每一次的开口都在要长翅膀的点位上在开口，开店、工作、事业，这些点位全部是在自我成长、独立性上面长翅膀的点位上，所以你的这些开口呢，没有开到这个男的的象限里头，懂了吗？那么你跟这种人，首先是如果你希望你开的这个口能够达成，能够拿到结果，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让他觉得你这个米都花了，而且是花到让他觉得有面子的点上了，并不是自己存了，并不是自己用来长翅膀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首先你自己，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有可能你目前他给你的米，你是不是都攒起来了？没有，你花了吗？以前他都是花，因为他会就是甚至会带着你把这个米花掉的那种。之前我就是表现得很随遇而安，我只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才开始。你看，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啊，我不跟你废话了，你要做非常清晰的消费升级。钱不能在这个男的监督下面花，要在这个男的非监督下面明确的做消费升级，让他看到你把所有的钱全部花掉，而且全部花到了他认可的点位上，比如说衣服、包包、珠宝、首饰啊，好吧，就这样。哎，我的妈呀！学习，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的金贵，我们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让你们看了一遍之后你们就能够啊，所有的东西操练的非常明白的，绝无可能。我是把我前面这么多年的认知、经验、规律全部灌进去了。我当时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是希望能够把我自己倒空做的这个东西。但是呢，你们知道它总共也就24节，每一节30-40分钟，20到40分钟吧，对吧？我倒进去了呢，可能啊，有些点呢，我可能一笔带过了。但是呢，其实我所有的这些东西，每一句话都饱含着我过去无数的案例总结，每一句话，知道吗？我们跟大家讲过了的4个象限的男的，前2种象限是我们想要的。伯乐男跟皇帝男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伯乐男就愿意把米花在让你长翅膀的点上，皇帝男要把钱花在让你剪翅膀的点上。这就是这2个男人最大的区别。伯乐男要的是你的成长性，要的是你个人价值的不断提升，皇帝男要的是你的金光闪闪、波灵波灵，就是那种没了他你就活不下去，金丝雀。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差异，知道了吗？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能我想在什么点上开口我就在什么点上开口，或者你们听有的博主会跟你们讲，哎，你们要怎么能撬动大的，你一定要搞事业，这种都是属于见的世面不够广，案例不够丰富，知道吗？当你的案例足够丰富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类象限的人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想要撬动别人的付出，一定要让别人的付出打到别人的需求上，而不是让别人的付出打到我的需求上。你们一定要记住了，任何一个人都只会为他的需求买单，不会为你的需求买单。如果你让对方花米的时候，这个米花小了那无所谓，如果他是花大了，你一定要明白他的需求是什么，知道吗？几十个 W 上百个 W， 对吧？往上走，如果说你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识，我想要这，我想要那，我想要什么，你慢慢的你就逐渐的越来越偏离对方的轨道，因为对方他对于女人的选择本身就是有一个价值框架的，对吧？如果你是独立女性，我一开始我就不会找你。如果我不能让你变成一个完全依附于我的金丝雀，我一开始我就不会找你。不喜欢这样的女的，我不喜欢在外面独当一面的，哎呀，说话是吧？1、2、3、4、5特别那个，我不喜欢。我就喜欢那种娇滴滴的，宝贝，我想要这个，宝贝，我想要那个，我就喜欢那种，我今天给他断了粮，明天他就
跑不成，哎，我就要这样的，对不对？你说你要是净往那个什么独立的方向搞，他就不要你了，他就不跟你好了呀，他可以换个人好吗？对不对？你们呢也天天抠抠搜搜，要么呢把个钱吧全部攒着想着，哎，我去读书啊，哎，我去买房啊，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不能让别人知道，对不对？怎么叫不能让别人知道？就是你这个里边必须有一半的真金白银，你要自己亲自把它花掉。因为你只有，我告诉你们啊，比如说100万，你花掉50万，你是不是能做出100万的阵仗？对不对？这个男的会知道你这件衣服是打5折买的吗？他知道你这个包是奥莱款吗？他知道你这个珠宝是吧？今天都打特价了，促销了，还是你跟人家打折了？他不知道啊，明白吗？但是你不能一点儿都不花，你也不能买假货。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是搞不得的。为什么呢？我们做任何一个动作的时候啊，一定要知道它要提升我的高级感，提升我的质感，提升我的档次，对不对？是的，学习可以提升我的高级感，交朋友可以提升我的高级感，对吧？交高级的朋友可以提升我的高级感，对不对？做事业它也能提升我的高级感，但是这些可能这个男的不想要，那么我是不是要通过消费呀？对不对？我要通过消费，我买奢侈品的东西，我不一定要在正价的时候买，我也可以在打折的时候买，对不对？但是正价的时候买，打折的时候买，我进的都是那个奢侈品店，我感受到的都是那个店员对于我的尊重服务，我都是这个奢侈品店的消费者，我进去了，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把这个东西穿在身上，背在身上，我到任何场合我不怯，知道了吗？这个男的他懂得没有那么多，是不是？蛮简单。你今天你一个那个翡翠，你是在周大福买的，它肯定是一个价；你要是找那个供应商买的，它肯定是另一个价。但是你可以跟人聊嘛，哎，你给我把这个价签给我贴高一点，对不对？你今天买个迪奥的包，你在正价买的时候这个包，你在那个打折的时候他可能也能买到个差不多，这男的还能知道是打折的，你还跟他说这是限量款，他不懂的呀明白了吗？他不懂的。但是你不能不花，你不能天天想着把这个米都攒着，哎呀，我全部要搞着那，我去买黄金是吧？我完全攒着买房，哎，我干嘛？这些时候这个男的他就会算，这个女的手上钱多了，米多了，他要跑，他要飞，是不是？就是你又要提升自己的质感，你又要让他知道你的消费不断在升级，让他知道你的米都有地方花，你不花他就不会给，同时你还要让他算不出这笔账，知道了吗？你花50万给他报100万，或者说花50万你能做出100万的质感，甚至做出200万的质感，这个人他就觉得，哎，我这个米花对地方了。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它是逐渐的做递增的，对不对？这个女的她只有自己敢于把这个50万花掉，那么我再给她100万，她才花得出去，对吧？我问你，你们几个，你们几个人敢花这么多钱的？敢不敢？首先我们要讲敢不敢，你聊不聊得出来这个天儿，对不对？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什么行情？你聊不出来这个天儿，你都不敢花这个钱。我告诉你啊，你出去的时候，你那个姿态呀，你那个气场啊，你那个谈吐都不一样，对不对？这个男的上下一扫，他不能判断什么是打折货，什么是限定款，但是他判断得出来质感，懂吗？他也许不一定判断得出来真假，但是他判断得出来你的那个气场，他判断得出来你到底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明白了吗？所以说你们要明白这个逻辑，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你把这个钱花不出去的时候还给你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你把这个钱花到他不想要的地方的时候还给你花，好不好？逻辑要打通，好不好？底层架构理论体系一定要扎实，我们的金贵的理论体系你给我背，
你背着，回头你在1v1的时候，你起码知道什么地方它到底是哪一个逻辑，用的是哪个逻辑，然后你再回头去修正你的动作，它才叫有效复盘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啊，不，有任何的问题想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你别说不敢不敢花，我告诉你们，10个有9个半不敢花，好不好？因为我扶过无数的女孩子走上向上跃迁的道路，我告诉你们，这10个里头有9个半都要我逼，10个里头有9个半都得我逼着他把这个钱花掉啊！我不敢，我不需要买那么贵的衣服，哎，我能不能去买几个 A 货放在家里啊？我都是逼着他们，你必须今天你拿了这个10，你必须给我花掉5，必须花，我们都是这么教的，知道吗？你说你今天你妈妈是工薪阶层干嘛？她以前就挣几千块钱一个月，今天你跟她给10万，你说妈，今天一天你把那个10万花掉，她敢不敢花？她敢不敢花？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Hello， 你好，能听到吗？哎，可以，你说。我有点激动，稍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的稿子。是这样的，曲，我想咨询一下我正常婚恋的情况。然后想让曲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男嘉宾的人性底色，还有现阶段的一个行为逻辑，还有这个男嘉宾是不是我可以选择的人。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还希望能帮我分析一下事业方面的问题。我的基本盘是25岁，1线城市长大，家里资产1500个。身材长相6至7属于普通人中出挑的，然后国内重本，但是年薪10个左右。男方是这对碰认识的，然后年龄大我13岁，未婚，家里情况不好，但是他的能力很强。他的收入在3至500个 W， 资产3000个左右，大部分是股权和物资，然后身上的现米不多，有在定期或者活期。然后我们在一起5个月，他付出5个左右都是他主动给的，然后我没有开口要过。你说付出多少？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付出多少 ？Hello， 你刚刚说付出多少？你好。你刚刚说付出多少？5个月付出5个左右。5个月5个。对。好，接着说。然后但是他最近说要帮我买一个30加的车，然后给我现金的首付，然后让我自己还月供，最后找他报销，因为他说要给我一点贷款的压力，觉得我现在太安稳，没有拼搏心。那我最近有去推进这个事情，然后呢，其实也在接近落地了吧。那但是我发现他买的时候，他就会锁死那个30W 的金额，那我可能说更喜欢50个 W 那个，他就可能会有点抵触心理，那觉得说我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必要用那么好的车，然后我可能养不起，那可能30就够了。所以他这个人是对于他觉得有必要的事情，他可能愿意花很大价格，但是如果他觉得没有必要的话，他可能就会不会付出很多时间和成本去做这件事情。那现在对方是非常委内和代求。我的条件呢是用我的名额来，然后写我的名去买房，但是他可能就是说他来付这个首付，然后包括后面的月供，但是我觉得可能节奏有点太快了，而且我对于围内，然后包括带娃的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些小抵触的心态吧，然后我就想加多半年的时间再去推进这个围内。那上个月初我们就吵了很大的一架，男方就表示他可以分出他一半的股权给我，然后这个股权每年的分红大概有1到200个，后续如果抛售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个7到8倍的一个增值，这是他能给出的最大的诚意。那如果我还不同意他今年内结婚的话呢，他可能会做一个后撤行为，去找一个能应付到家里的对象。
所以我当时纠结了一个晚上，想到曲曲说的不要改变对方的想法，要改变自己的想法转念，那我可能就是想了一下，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适婚对象，那我就答应了他这个条件。但是现在呢，那现在其实他之前答应完之后，他说他会尽快安排他父母来见面，然后双方家长见面，但是他现在一直没有去推进这个事情，我也没有问。我是想问一下，他是可能反悔了，想再骑驴找马，还是说因为我没有推进这个事情，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因为他想要年前结婚，那其实按照这个进度的话，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推延了。不是那个什么股权是怎么给啊？股权是他应该是做一个说明还是股份转让，因为他们那个是公司没有上市，然后其实都是一些内部的每年去买的那种股权。又是个股权流派，你又进我们的流派了。你看我们分的流派里头，哎呀，把你这个幸运男观众又给他框进来了呀。这个男的，你那个车30个 W 的车首付多少啊？首付应该是在10个左右，要看你选的那个分期的额度。现在这个车呢，没影了。就是想定的话，应该近期能拿下来。现在他就是没推进动作了呗。你问一嘴呗。因为我是那种属于不太会那个推进的那种人嘛，然后呢，可能上周我就是说推进一下去做了一个试驾，然后算了那个金额。不是，我说婚恋的事情，他不是说要走正经婚恋吗？你问一嘴呀，你说这个事儿后面是怎么安排，什么时间线？你说这到年底了，我们把时间安排一下呀。就是我去主动推进这个事情，说一嘴，看他怎么说呀。对吧？你股权要转让，你股权要转让要见家长，要定怎么结，这个那个都是事儿嘛，对不对？你不能前面显得很激动，要搞，然后实际上是在钓鱼啊，对不对？因为他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只是为了拉你的预期嘛，说白了。因为他一开始没有提到股权这个事情，只是说就是房子的首付，然后包括名额这样子，然后但是后面可能是看我还是一直不太同意去进为内，然后他就加了，就是相当于说加码了这件事情。不是，重点在于结果。一个事情的真相是通过结果做呈现的，不是通过他在中间有多少交流做呈现的。结果在哪儿？我目前看下来，车子没有结果，婚姻的推动没有结果，股权的转让没有结果，就是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结果，只听到他在说。了解。不是你找这个男的条件上来讲，你肯定是高攀人家了，你1年就挣10，对吧？就这个他如果说他愿意跟你结，我觉得这事儿没毛病，愿意跟你结，你别管什么给不给股权这个那个的，其实我觉得都不太重要，知道吧？人家如果说真的按你说的什么1年挣300-500的，你1年就挣10，人家愿意跟你结这个婚，那我觉得该烧高香，说实话。因为但是我是觉得说我的家里条件比较好，相对他来说的话。你什么家庭条件？我是1线城市长大，然后家里应该是有1000多个。家里1000多个，那跟他也没啥关系啊。家里1000多个，对不对？家里1000多个跟他也没啥关系啊。你怎么知道他1年有300-500的？他是有一个，就是他大头是在那个每年的一个股权分红上面。你看到他的资金流水，就是工资流水，其实不会很高。不是你看到啥了？到底你怎么判断这个事儿的？就是他现在的一个资产状况吧，就可能因为他在我们城市也是有房的，然后包括车子啊那些什么的都是有的。这些东西能判断他1年300-500？他啥车呀？劳斯莱斯啊？大概60-70吧。60-70万的车能够支撑他1年300-500的数据吗？然后他的房子应该也是有1000多个的价值，然后还在还贷，每个月大概是2万左右。是这样的，你们没有认知，属于是知道吧？就是现在你给我的这些信息啊，都是模糊的。你给我的这些信息，它都不能被论证，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结果。这个人说的任何东西，在我这都不作数，因为很有可能所有的光环都是他拿出来画饼的东西，
可能他觉得你家条件好，因为你是个白富美啊，想勾搭一个条件好的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他实实在在的落地的东西。如果说他是按你说的这种什么开60几万的车，他这个股权我觉得也不是很值钱，很有可能他也没有真心想给，就算他真心想给，可能也不咋值钱，可能跟你的认知压根就是不一样的。要他那个股权，那还不如让他把那个30万的车全款付掉。那就是现在我就是推进车子，然后包括后续的一个股权转让啊，还有见父母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去主动推进，然后看他的直系诚意是吗？就主动提一提，也不是说让你推，你起码就是说，起码从你的这边角度上来讲，你没有说什么都不说，对吧？因为我提了，那么我心里就没有问号，懂吗？首先是消除自己心里的问号。你在想，哎呀，是不是因为我没提啊？是不是因为我不积极不主动啊？但是我提了，我说了，对吧？我提了，我说了，我这个问号首先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做，我就清晰的知道你不想做，你是在忽悠我。我了解，因为我确实我的推进能力很差，就是我不用推，我只需要说问什么时候办什么，给时间节点，然后我们就往下推就好了，不用你去怎么推。好吧，你先说啊，就这样，拜拜。哎，我跟你们说啊，在1线城市出来对碰啊，干嘛的男嘉宾啊，他们跟你描述的身家，你先除以5，就是我觉得除以10都不为过，除以5是基本盘，知道吗？基本上来讲啊，如果跟你说什么是5000万资产的话，大概率就是说最多1000万。剩下的4000全是贷款。对，是这样的呀，资产是资产，对吧？净资产是净资产。他跟你说资产，那是的，那个房子可能是值那么多，问题是他的90%都是贷款，那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打2折是基本面。打2折是男的是这样的呀，男的是这样的。他出来跟你的，哎呀，吹得天花乱坠是吗？哎呀，我搞了这个公司，搞那公司，什么1年这1年那，很多时候我跟你们讲啊，比如说啊，他们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怎么跟你们算这个账，你知道吗？他比如说他1年做多少业务，好，他跟你说我1年做10个亿的业务，但是你们知道有一些业务它的毛利率可能只有1%、0.5%，真的。就是一个业务的这个盘的大小跟这个业务的利润，它完全不是一码事儿，以及他所说的资产规模跟他能够掌握的现金流和净资产也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净资产是你得把你的债务先除开，你把你的袋米先除开，对吧？他这个里边很多道的，所以说你说一个1年你要真挣300-500，你要是跟我说1年真的挣300-500的男的，我认为他不会只开一个60万的车的，100万级别起步，100万级起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要在1线城市混，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基本面。你在1线城市混，你1年挣300-500，你连个100万级的车都达不到，你都没有人家的入场券，你上桌子吃饭人都不带你玩儿，明白吗？你上桌子吃饭人家带你玩吗？我跟你说，只有什么人会拼了命的往这种低调了走的，我也见过。我跟你们讲，我以前我做那个就是我做过那个办公室主任，你们知道吗？就是做过一个我原来做过河南省委团委驻湖北的这个办公室主任，我原来还做过这样的半官方职业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很多河南籍的这种企业家，在我们的相当于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商业协会的一个概念，它只是有一定的就是对公性质，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商业协会。然后在这个商业协会下面呢，就会有一些老板，他们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们会给周黑鸭这一类的这种品牌去做干嘛呢？可能去做一些原料供应。这种大的连锁品牌他们去做那个食材，最简单食材的原料供应，或者说香料供应，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的这个业态呢，
说白了都是跟一些做吃的东西的人打交道，他们其实都是属于农民出身。然后这一类人呢，他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他不想跟甲方打交道的时候显得自己非常的高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他们怕收不回来款，因为他开个豪车出去，那不是钱不好要吗？因为别人觉得你有钱，别人就不给，懂吗？所以说他们呢就会略微的啊，比如说平常他会在家里啊，他们真的有那种团购10辆奔驰 S 级，但是他出去要账，他都开个那个大众，他这样的开个什么30-40万的这种大众出去要账啊，出去做事儿，但是呢，他其实家里囤了好多辆什么大奔啊，这个东西是他的业态决定的。但是你们要知道，在1线城市，在超1线城市，什么做这种相对来讲略微高大上一点的行业的，又不是做那种什么很偏的工厂，对不对？农民种田干嘛的，搞农业搞这搞那，不是搞这种行业的。他但凡是在1线城市、超1线城市，他要在写字楼里头工作的，他大概率如果他真的能挣到1年300-500万，他干的行业都不会是很接地气的行业，精英行业、科技行业，对吧？互联网行业，不就这，还有什么呢？不就这几个大板，任何的其中这些板块都不可能让他连一个100万级的车都不开。就算他开了100万级的车，我们还要打个问号，因为有的人他会租，他会寄，我们这里也经手了这样的案例，知道吧？他为了出来勾搭白富美，他想靠白富美搞资源搞台阶，所以呢他们会租，今天租个法拉利，明天租个大牛，后天租个劳斯，然后呢就是说自己也是什么1年什么上千万什么这个那个的，租的，他租的要租出来，懂吗？他连租都不租，是吧？他连租都不租，他主打他出来就是个实诚，我开这个60万的车出来说我1年年入300-500，就这个数他都有点对不上号，明白吗？这个不吻合在1线城市跟超1线城市的这个竞争环境，他们不吻合这个商业环境的逻辑，懂了吗？小城市跟这种大城市的商业环境的竞争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就不要被忽悠了。因为你们自己的年收入呢不是那么高，什么1年10个 W， 1年20个 W， 可能当你们遇到这些人给你们讲故事的时候，你们不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对，他说的很对，1年300-500万的营业额，万一他只有1个点的利润，是吧？2个点的利润，你不扯了吗？对不对？我给他10个点的利润，20个点的利润，他也就几十个 W， 知道吧？所谓的1年赚多少，他有的时候可能是个伪概念。明白了吗？所以你们不要用你们的这个爱好去对抗我的认知，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天天干的就是这个活，我们每一天就是顶着个火眼金睛就看这些男的几斤几两，对不对？所以没必要我们掰扯这个事儿，我们就看结果就行了。拿到手上的结果就是真的，拿不到手上的结果，统一当个饼，好吧？来，当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的，或者说害怕走丢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粉丝群是我们大本营，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啊。来下一个。喂，你好，好，蛐蛐，我就是那个曾经就是3年前，然后我刷到你的视频，然后点了一个不感兴趣，然后现在那你跟我们事业粉一样的，然后现在特别后悔。然后我给你讲一下我的基本盘，然后我有点紧张。我的基本盘就是我的身高167，然后体重48，现在28岁，然后大专学历，长相非常的普通，情商智商也都比较低，然后身材比例也比较还算可以吧，然后属于37身材。然后我家里的收入是非常的普通，就是父母就是1年可能也就几个 W 的那种收入。然后大佬比我大10岁，在围城内，
他长得比较偏年轻，他是10年前什么都没有，然后自己白手起家，自己创业，特别是这2年发展的很快，现在资产目前有10几个小目标。我和他认识是在2019年底YC 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刚去 YC 上班，然后那个时候我手里的所有米加起来可能也就几个，然后和他认识的第一天我们就发生了10点半，现在快4年，然后付出了200个左右，但是200个基本上都是前面2年付出的，后面2年我们一直就属于分半年，然后在一起半年那种状态。我和他感情很不稳定，因为我以前特别不懂事，然后以前找他要情绪价值，并且爱站着找他要米，而且闹得他家里女嘉宾都知道。然后和他朋友一起吃饭喝快乐水的时候，也完全不给他面子，当着他朋友面前和他吵架，他朋友对我印象也很差。我和他一直是异地，平均1个月见1到2次面。然后见面的时候，他会给我现米，平均1个月给3到5个左右。然后今年4月底，然后我们又分手，并且他把我任何联系方式都删除以及拉黑。但8月底的时候，我把金贵的关系看了一遍，我就按照金贵的关系里面的有些话术，然后给他发邮件，然后他回了，我按照正确的步骤然后推进，他也通过了我地球号。然后我们在地球号聊了1个月之后重新见面，把关系挽回了。后面我和他在一起这几个月，他觉得我改变很多，而且包括有时候跟他聊天，我就把你有的说的有些话术然后跟他聊，他觉得我给他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然后他是一点伯乐男，他特别想让我自己做事业。他说每次跟我分手的时候都特别担心我回 YC 上班，怕我走错路。然后他主动给我提出机会让我学习，说给我资源，让我开店做他们公司的产品代理商。因为我没有很多工作经验，我想在开店前来到他们公司的学习，然后现在已经来到他的城市学习。我们这段时间关系都处理的挺好的，而且10点半也很好。可就在周4的晚上，我吃饭然后喝了点快乐水，我们俩都聊得挺嗨的。突然我说我们分手那么多次，你之所以还选择我，是因为他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精力再去重新认识一位，才会选择我吧。是因为我不需要花时间去磨合，而不是有多喜欢我。他听见这个话瞬间就变脸了，非常的生气，然后说我白眼狼。然后我哄他，但是他还是在生气，我就没有忍住，我又对他大声说，我说这个话你反应那么大，是不是因为我说对了呀？然后我说我现在变得那么乖，然后你也没给我提供更好的反馈。他问我想要什么反馈，是1个月想要多少米吗？想谈一下吗？他说能在一起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算了。我没有给回应，我也不敢，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他。然后当晚我也哄他，然后2个人也发生了10点半，我们10点半也很和谐。后面我说不要生气了，他说没事，但是我能感受得到他还是有情绪在的。我的问题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说的那个话会让他如此生气，然后接下来我跟他关系如何去走。你要不去1v1吧，你已经用金贵拿到正反馈了，对不对？我一直说了的，我希望是因为在金贵拿到正反馈了，你们再去1v1，我不希望你们是从0过来1v1的，对吧？我希望你们首先是有价值了再来。其实你的情况很吻合我让你们来做1v1的这个情况，你这个问题嘛倒是没有什么很难的。我对你有一个建议啊，你要戒快乐水，你要把这个事戒掉，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因为你没有能力承载你喝了之后的情绪，那么这个就会毁掉你的人生。如果你还希望你能够拿一定的结果，你年龄也不小了，对吧？对，你一定要明确，不可以，你不能沾这个。但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跟我一起喝快乐水，然后聊天很开心。不是的，但是你没有度，你一旦喝到一个点位之后，你就不受控了。虽然说你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会点燃它，但是我敢说，如果你没喝那句话，你就不会那么讲。对不对？虽然你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点燃它的，但是你知道这句话不该说。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很多时候是什么呢？是我的意识已经没有办法受控了，我做了一些我无法
无法确认结果的事情，对不对？当我在清醒的时候，我必须要保障我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做出来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理性的，都是我能预知结果的，我才会做，我才会说，对吧？因为这个人对我很重要，是不是？但是我喝到一个程度之后，我开始说一些我们觉得没有那么确切的话了，不一定确切的结局的动作了，那么这个就是我已经丧失理性了，对吧？那我下次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方便喝快乐水，我就慢慢的。没有，你不说，你直接就说，你说我好好的反省了我自己。你说我觉得我在这个之后会有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举止，可能我就不应该喝。你说如果我喝了，我又会说话，惹得你不高兴，弄得我们两个人关系不好。可是我觉得当你喝完了以后，你也不可能包容我。你说我不能要求你喝多了以后还包容我，对吧？我只能要求我自己不喝，但是我不能要求我喝多了我能控制自己，或者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你还能包容我。你说我不希望在这种没有必要的点位上去增加我们之间的矛盾。蛮好的。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说过现在就是我后面要做他的代理商，然后他会给我开店，然后他说过想让我自己，就是我们打算年底或者明年初就开店，然后他说让我一人出一半的米，说如果我不出米就不会好好把精力用在事业上，那我后面需要一人出一半然后开店吗？你做过生意吗？没有。那我是建议你对，他说即使亏钱的话，即使亏米的话也愿意让我去做。我建议你先拿米去读书，不要拿米去做生意，因为你现在其实是不具备商业认知的，对吧？那你不具备商业认知，你做这个事100%它必亏，那你这个米拿过来，说白了，那还不如拿去买了潇洒了，知道吧？你就让他拿米花钱，你去读书可以，你去读 MBA 或者干嘛的可以。但是他就是想让我去做事业，然后是啊，你就直接跟他这么说啊，你说我也想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跟我说的这个让我出一半的这个米，我目前不敢。为什么？因为我确实没做过。那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做这个事儿，我自己要承担这么多，你说我感觉我自己亏不起，那我宁可先去学习，把我自己的认知往上提一提，然后再来做这个。那个时候你再来让我出这个一半的米，我觉得我会更稳当。他说过让我少出点，说让我出10个、15个就可以。他说，因为在我的眼里，觉得我把米看得很重要，反正让我出。一共要多少？就可以。一共要多少？一共可能6、7、10个。哦，那你只出10可以，你只出10可以啊。对，然后其实他主要的是这个倒没什么，主要的是做代理商，因为其他的一些渠道可以要去做，它可以让即使我亏损了，也可以让我成长很多，从中间里面找到一些经验。我也曾经反复问他，我说我感觉我不行，我说你觉得我真的可以吗？他反复的说你相信你自己可以的，他即使亏损了也没关系。不要说废话行吗？你这些东西都说的是废话了啊！我已经跟你说了，你出10可以，值得一干。那我后面还可以找他加大付出我的当然可以啊，因为我现在感觉他在低成本持有我。当然可以啊，但是你要1v1了。好的，好吧，好，拜拜。其实不是，我再回到啊，很多时候呢，你们应该会经常看一些就是宫斗剧吧？会看宫斗剧吗？然后或者说那些反正就是古装剧，因为说实话，现代剧但凡要拍拳斗，都拍不出来个啥，因为都不让拍，都过不了审，知道吧？我跟你们讲，任何的拳斗要在什么地方你们才能看到相应比较真实的呢？你们要看国外的剧啊，或者是看古装剧。因为他在现代里头讲不了的东西，他会放到另外一个场景里头去讲，所以它相对来说呢会稍微的真实一点。为什么我们讲说伴君如伴虎啊？其实伴君如伴虎不仅仅是对女生跟男生之间的概念，男跟男，女跟女其实是一样的，知道吗？只要是你面对的是一个拿了大结果啊，就是一个人说了好多人要听的这种对象啊，一个成功人士的形象吧。但凡你是面对这样一个人，那么你说的每一句话
它就必须充分过脑子，就是这样的。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里边每一句话你都不能够不确定这个话能带来的结果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如果你不确定这个话带来的结果是正向的负向的，这个话就不能讲，知道吗？因为我告诉你啊，就是一句话不能确定为什么要讲，或者说不能确定他讲出来拿到的结果是什么的时候，对象听的这个对象他可能就勃然大怒，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觉得他勃然大怒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你这个里边有什么东西刺到他了？你们会不会觉得他如果一旦勃然大怒了，一定是因为你这个话里面有个逻辑没讲对，或者是刺到他了？或者像他说的，是我说对了吗？你这么那个，你们是会这么认为吗？我告诉你们啊，当一个人真正的面对一个强者的时候，你需要从这个强者这里拿资源拿米，也就是说这个强者他需要给你输送，给你送血，对吧？这个时候你说出来的话里头啊，他可能没问题，但是对方为什么会炸呢？是因为你这句话没过脑子，他听到你这句话的时候就认为你没过脑子，你明白我意思吗？就你说出来的这句话一定会得到正反馈，这个话他是在你自己脑子里过的，对吧？这个听者呀，他在听的时候他也知道你这句话是充分思考过的。充分思考代表的是什么？充分思考代表的是绝对尊重，明白了吗？你在这个世界上，难道你对任何一个人说话都需要充分动脑子吗？多得很的时候你无所谓，对不对？大面积的时候你想说啥说啥，反正你也不在乎这个人怎么看，这个人怎么说，这个人给你什么回馈，对吧？很多时候一个强者他在你当下说话这个点位上，他一下子挂脸子了，发脾气了，冷淡了，后撤了，并不是因为你这句话说错了，而是因为你这句话没过脑子。但凡你这句话没过脑子，你就已经错了。因为他首先第一反应是，你为什么要讲这种话呢？你讲这个话你过脑子了吗？你没过脑子。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没有想过我会是什么反应，你没有想过这句话对不对，你没有想过我会是什么情绪，你没有想过这个是不是能拿到我的正向反馈，那么这句话你就应该不说，对吧？这个是你在跟一个强者对话的时候，一个给你输送资源、输送人脉、输送物质干嘛干嘛的，但凡你有求于这个人，他可能是你的上级，他可能是你的甲方，他可能是你的客户，但凡他能给你带来巨大的价值，他就不允许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不过脑子。当你不过脑子这一刻，是你的尊重感在懈怠，是吧？你不把他，你在这一刻，在这1秒钟，你没有把他当个人物，当个角色，当甲方，这1秒你就错了。他的概念是在这儿，所以说你们老是在纠结于，我这个话是哪个地方讲的不对，可能也没哪个地方，它不存在，对不对？这就是问题。你为什么要讲出一句不存在对不对的话？明白了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伴君如伴虎的概念。伴君如伴虎的概念就在于，你一定要为你讲出的每一句话负责，你要知道这句话的目的跟方向，以及对方会引发的情绪是什么，明白了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说想就是关注我们每一场直播，害怕错过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等着大家。来，下一个。
Hello， 你好。你好，曲曲，不好意思，稍等，我看一下我的稿子。你这个声音不行，你这个变音我们听不清楚。那要不现在可以吗？不太行，你换一个，还有别的档吗？有别的档可以调一下吗？稍等。现在呢？好，你说。现在会好一点吗？好多了，你说吧。好的。Hello， 说呀。不，我正在打开稿子，稍等一下下。马上。好的，就是我的基本盘是超一线的基金行业，然后年薪是100W， 年龄27岁，颜值6.5分，长相比较媚态，身材是属于前凸后翘的类型。学历的话呢是国内的 top 本科，然后家庭是18线的小城市，没有办法给到我支援。目前资产很少，只有一个18线小城县的房子，价值不到100个 W。然后我目前还是原厂设置，之前有管某代、部某代追过，但都没有进入他们的择偶框架，定位是短择，我就都没有开始。然后目前我个人的诉求是，基本诉求是希望能够在超一线的城市落下来，比如说有一个500个 W 的房产，然后5年内能够有球。对婚恋的诉求呢有，但是呢优先级是低于米和球的。然后其实也有想过说要通过婚恋去向上跃迁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但这是第2个层级了。那为了达到我第1个层级的诉求，我其实目前有3条路，我不确定该走哪一条。第一个就是走雄竞，专心的搞事业。然后问题是目前经济不好，预计2年内我个人的收入最多到200个 W。然后第2个的话呢，就是走正常的婚恋去获得男方的亲子投资。然后目前的问题是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办法去信任婚姻，然后不确定自己应该和什么样的对象去进入婚姻。第3个的话呢，就是找不知道能不能给身份但是有实力的男嘉宾。然后目前2还没有具体的男嘉宾。然后第3条路其实是有一个男嘉宾，目前是40岁，年收入500个 W， 资产接近1个小目标，有一个篮球，一个粉球，粉球自己带。我们是认识1年半，然后认识半年的时候他开始约我吃饭，先是约了我2次，当时我没明白，然后过了半年他又约了我2次，最后一次吃饭的时候就直接问我要什么，我当时没有想好就没有回答，就是吃饭大概一共花了2个 W， 然后他按时送礼物也就是5个 W 左右，整体对我的定位是短择，感觉得手之后就要消费降级。然后现在对这个男嘉宾呢有3个想法，第一个就是带球搞大米，但是担忧是影响我现在的工作，然后感觉他比较抠而且精明，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第2个就是因为我对这个男嘉宾也有生理冲动，就想跟他第1次，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作为提升我对男人和情感认知的途径。第3个就是不发生关系，把他自己作为事业上的贵人，但是之前提过几次他都不太愿意，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然后想问曲曲，就是首先我在实现我自己的诉求上应该选哪条路比较合适，第2个就是对这个男嘉宾应该选哪条路，然后怎么操作。他是单身吗？他不是单居。那你有物质诉求吗？有物质诉求你就提物质诉求咯，然后你对他正好也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冲动，你也这么大了，我觉得你往前一步走也没问题啊。你就先提一个物质诉求，然后担心什么？担心影响我现在的工作。影响你啥工作呀？为啥会影响你的工作呀？就还是担心就是这种关系的风险吧，就我如果被我工作的人知道就是有这样的关系。你不用思考啊，你也是属于不用思考的这一类。在男女关系这件事情上面呢，我是建议你少思考，你想的这些东西都很多余，知道吗？
你只需要放平心态，没有打算跟这个男的怎么着，你只需要想着我跟他有一次这个关系，我收他多大的一个礼物，没有后续了，我觉得不亏，这个事儿就能干。明白。然后有了这个关系之后，我也不对你没有任何指望，我也不会去跟你说我们俩怎么样，这个没有，就是有了就有了。然后我会告诉你，你说我很开心，因为第一次是你，然后你就可以走了，然后让他行动，他有什么行动那是他自己的事儿。明白。你如果想找结婚对象的话，我觉得你现在的择偶框架是什么呀？就是你对于对方的物质条件的择偶框架是就基本上我觉得基本条件就是让我能在一线城市落下来。那这个很容易找呀，我觉得你平常的打扮怎么样啊？就还是挺白富美的那种。那就行啊，那就多出去认识人就好了呀，把量堆起来呀，堆量。只需要找在本地有房的嘛，对不对？本地有独立住房，对吧？就是我的要求就是在本地有多少500个 W 以上的独立住房。对呀，这不难呐。但是其实说到这里，我发现其实我可能也不是仅仅是这个诉求，因为如果是这个诉求的话，之前有很多男嘉宾已经可以达成了。可能我对这个人，比如说他的就这种思想啊，或者是其他这种外在上面也是有一定的要求。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扯淡。那就要看命，知道吧？这是看命的事儿。你只找一个优势长板，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靠堆量，然后呢在中间重点补捞解决的。你想找这也还可以，那也还可以，那个还可以，那你就是想找一线城市的香饽饽，一线城市的香饽饽，那得靠缘分，靠老天，靠命运，好不好？明白。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其实我不太知道我的原厂设置它到底对我的价值是多大。没啥价值了现在。好，那你找个爹爹可能有价值，往爹爹找。明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对这个男嘉宾不能走第三条路，就是不发生关系，然后让他给我一些事业上的帮助？不是不能，而是我觉得你27了，是不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突破这件事儿了。既然这个男的你觉得不错，你觉得不亏，那咱们就提个条件，对吧？条件能达成，我就突破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没有问题，没有损失。如果条件不能达成，那就继续当工作伙伴嘛。好，知道了，谢谢曲曲。好，拜拜。还有人问说，为什么不能让他把这个守着，找个好的嫁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守着呀，一般是我们给26岁以内的女孩子的建议，知道吧？在26以内，是吧？在你成年之后到25岁多还没超过26的这个区间之内，你这个原厂呢，它会给你带来很高的溢价，然后你这个时候拿着这个东西当一张名牌去打，直接疯狂对碰，找到一个特别对这个事儿有要求的富豪，一定要是富豪，是吧？那么这个事儿呢，他就能得到最大溢价，价值最大化。但是呢，你再过了这个年龄了，你如果还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让你，因为你完全属于一个对男女关系没有认知的状态，对吧？你对男女关系没有认知的状态，你又到了这个非常卡壳往30走的这个年龄里头的时候，男生呢就会觉得你又没有风情，你的年龄也不是很小，男女的事你也不懂，然后呢又扒不开，要求又高，他就会觉得你的性价比有点低，听懂了吗？是这样的，因为男人女人之间的选择，它是一种双向的性价比的衡量。这男的看你，他也会觉得你有没有性价比，对吧？你看男的也会去想这个男的有没有性价比，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啊。我说了，他还是可以再去找溢价，但是找溢价一定是要把年龄差距拉大，你才能找到溢价的。你这个时候找一个什么，对吧？比你大个10几20岁往上的，然后他觉得
哎呀，没想到我这把年纪了，居然还能遇上一个，是吧？但是这种也要找，最好还是找单身。我觉得最好还是找单身啊，因为如果不是单身的话，其实，不是单身的男的，你现在搞这个事儿，又搞个爹爹，又搞的是个没结果，是吧？没有太大意义。你自己挣的也不少，自己一年也能挣100、100-200，是不是？没有太大意义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直播间，场场都想追直播啊，又怕我们直播关播找不到我们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啊。来下一个。你好，曲曲能听到吗？你好，你说，曲曲你好，我想先表达一下你，我知道你一直都是鼓励女孩子要独立自强，其次才会根据每个人所处的困境去切实给予帮助。我的基本情况呢是25岁，身材颜值6、7分吧，和男嘉宾是在YC 认识，他比我大15岁，皮肤很白，衣品很好，微胖，围内半分居状态，对家庭那位很好，每个电话视频都会接，不可能扯快乐劲儿的那种。不过好在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恐婚恐育，从来也没想过那个位置。目前我们在18线小城市，你老家武汉周边的城市，在一起1年3个月，一共为我付出了不多，大概90多个。其中包括礼物啊和买车的费用，所以我现在手里没什么存款，不到10个。因为他给我花的这些，我用来镀脸、提高学历和健身了。他就是那种情绪价值和陪伴给的很到位的那种，生活上有什么事啊都会帮忙，有依靠，或者我一生气啊就会立马哄我的那种。我是有点崇拜他的，因为他平常处事的格局啊，还特别守信用这些。平常我俩现在是天天腻在一起。前段时间我会特别内耗，因为我是每一段都恋老的那种，然后和他在一起后我也没有工作了。期间我提过想去找个白班，但是这城市白班工资太低了，普遍3000块钱左右。然后后来他说愿意支持我开个小店儿，然后我们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准备加盟个奶茶店儿，后来也是因为各种不合适放弃了。感觉他现在对我付出意识也不太强。刚才上面说的大部分都是我引导付出，我要来的。之前我提过想在这个城市买个小公寓自己住，他拒绝了。我现在基本上没工作，没本地的朋友，没自己的生活。我时常在想要不要跳出舒适圈，出去拼一拼，闯一闯，但有很多放不下。我想请曲曲帮我分析一下，指引一下，就是感情和工作方面。工作呢，就是我现在只有普通的大学学历嘛，然后我想要不要继续提升个本科，或者学个英语，或者开个小店之类的。感情呢，就是该如何处理模式，或者说接下来该怎么引导呢？你多大？我25岁。你25岁，那你应该你起码要到省会去吧？你想提升想搞米，你在个18线待着，你那个天花板就已经决定了，这限高了已经。对，因为它这个消费水平，这城市对，就限高了呀。你的天花板就是无比之矮，无比之矮。你还问我怎么搞都搞不了，因为你这个城市就是个秃羊城市，你这怎么搞？所以我应该出去外面城市是吗？对呀，你怎么着？你找工作也好，你干YC也好，你做直播也好，它不都得到一个天花板相对更高的地方吗？如果说只要是你现在存款太低了，你10个 W， 你要是50个 W， 我都建议你去超1线或者1线，知道吗？对，因为他给我花这些钱期间，包括我买车的费用，让上周刚刚把那个车的尾款就贷款结清嘛，然后就你们这种女孩啊，在小地方买车呀，这个就跟你们套在脚上面的那个脚镣是一样的。你知道，跟我身边混的女孩子，只要是前脚她在小地方买车，后脚认识我了，我都跟他们说直接把车送你妈，我都是直接这么跟他们聊。
你说让你卖吧，你这进来，你马上卖出去成二手，一折肯定也划不算，对吧？但是我说这玩意儿，你如果一直去想着这个东西的价值，那么就会拖着你永远的钱就是停滞不前。我说直接把车送你妈，完事儿人出来，没有听了我的话，没有人觉得不好的，最后都很好，知道吧？你们为这种没有价值的这种东西还去思考，直接扔掉完事儿。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他对我真的不好，或者说是没给我花米，说这种话也显得我没良心，就是我有点放不下吧。你的放不下，纯粹是因为你的无知，倒也没什么别的，就是放不下，就是你天天哭在这个18线，是吧？也放眼望去都是秃羊，然后这么有个男的吧，能给你给点儿。还要开个奶茶店，开了就亏了个生意，还画个饼，还当个胡萝卜在那悬着吊。你这种所谓的什么放不下，其实于生命的长河而言没有任何价值。就是之前我们有意外，就是有个乌龙，以为是那个啥带球了，那你也觉得我也没必要给他带球是吗？你带个毛线的，你脑子坏了吧？你是不是脑子坏了？你找这种人带球，你还不如找个正经能结婚的带，你好歹当个正常人。你神经不正常，属于是。那我那个还需要还可以学英语或者提升个本科学历吗？哎呦，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先换地方，换池子。换了池子，交了那个池子的朋友，懂吗？像那个池子的女生那样打扮，跟那个池子的女生一起出去玩，社交见世面，这个是重点。你这个池子都不对，你在个小阴沟里头怎么搞？好的，好吧，就这样。你们以为什么东西好像搞得跟个资产似的？我告诉你们，很多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你们会把累赘当成资产，知道吗？很多你们以为的资产，都是阻止你们停滞不前的累赘，它根本就不是资产。你知道，对于你们的生命来说最值钱的资产是你们的青春、时间。只有这个，它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是能够以小博大到最大价值的，知道吗？我就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们在18线的那个小县城，我就别说你买车了，我就打你买房，能涨价吗？能增值吗？能增加你的资产水平吗？卖的时候流通性好吗？你们就回答我这几个问题，我也不跟你们聊玄学，是不是？我也不跟你们聊那些什么认知高的东西，我就跟你们聊点这谁都听得懂的，好不好？你把这个米花到这个地方，它有没有真的产生什么东西，产生什么价值？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跟你说要买房啊，要买房啊，但是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买在这个地方，它对于你的人生来说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它除了把你困在这个地方，它还起到什么作用啊？没有增加你的见识，没有提高你的认知，没有增加你的资产水平，给你什么了呢？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们以为是资产，它都不具备流通性，它也不能增值，它是个什么资产嘛？它是不是累赘？是不是包袱？还要让你一次性把自己手上现金流倒空，对不对？它就是包袱，就是累赘。这个包袱，这个累赘，就是从物理层面上跟你们讲的，而不是从心学层面上跟你们讲的，并不是物理层面上讲，它就是累赘，对吧？你们知道吗？我小助理刚来的时候我天天跟他说，我说你要答应我呀，我说以后你挣了钱，你别去你们老家买房。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我的，因为我说实话还没买，快了是吧？我说实话呀。我就害怕，为什么呢？那个小城市来的呀，他家里什么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接的妈妈爸爸这个那个的，你说哪个不得给他洗这个脑对不对？我说你宁可去家乡收入，我说你不要去你家乡买房，
我说你赚了钱，你去你那个小地方给我修路盖学校可以，我说你不要跑到那里去买房，我说你要买你就在上海给我想办法，我说你在上海如果买不起，我说你也不可以把你的钱花那儿知道吧？所以你们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重要吧？太重要了。跟什么人在一起，他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可能真的是会影响你终身的，知不知道？当年我跟你们讲，我是不是跟你讲过为什么会让我毅然决然的来上海啊？我突然之间想透了一件事儿，想透了一件什么事儿呢？我说啊，我到底比这个上海混的女生差哪儿了呢？对不对？而10年前的我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风云人物，对吧？我走哪儿我都不知道多受欢迎，我这个脑子转得无比之快，搞各种各样的关系，搞人脉，搞什么我搞不明白呀。然后呢，我也买房了呀，我也把我的米变成资产了呀。但是为什么过了10年之后，人家那个上海混的女孩子，她的资产水平是我的10倍不止？为什么？我说这个差距到底在哪里啊？我不认为是我的人跟他们之间有差距，对不对？我又是我学校又好，从小受的教育又好，我又学艺术，对吧？我参加那么多大赛，我从多少岁开始我就上央视表演。我说我差哪了呢？想来想去，差哪了？差在你的地理位置上了，对吧？就差这儿了。你在武汉赚的就是武汉的米，你在上海赚的就是上海的米，你在美国赚的就是美国的米，你那个货币的单位它都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是问题。我说即使有一天中国超过了美国，我说这个武汉它恐怕也很难超过上海。我实话实说，虽然我很热爱武汉这座城市，我以前在武汉混得风生水起啊，我觉得武汉对于我来说我就是如鱼得水啊，我什么的我找任何的关系，找任何的人，基本上不需要过3手吧，过2手肯定能找着，对不对？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能搞得定，上学医疗什么东西我们搞，什么东西我都能找得到人。但是我说这个它就是束缚住我在这个地方，我说这个城市的局限性就已经决定了它的城市竞争力，它就是排在它后面的，怎么办呢？挪屁股，知道吧？所以你们这些姑娘是这样的，当你手上只有10个 W 的存款的时候，确实我让你去北上广深杭什么这种地方呢，不太好，因为确实你心里会慌，说实话，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走，对吧？你在这个你所待的这个地方的核心城市，你先留下来，因为那个地方说白了，你还可以花你10个 W， 还是可以让你好好的过蛮长一段时间生活的，对不对？因为你租房子，可能你2-3千，你还能租得到住的还比较舒服的房子，对吧？能够让你有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舒服的状态。因为我告诉你们，如果说你每天你的费用只够你就是住胶囊房，如果你的费用只够你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表现松弛感的，绝无可能，因为你只可以表现风尘仆仆，你知道吗？人挤人的那个状态里头呢，你身上的气味都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们，你每天如果都是一个人啊，走到哪里你进的都是商场，是吧？你出行都不说很那个吧，你出行都是一些正常的一些私家车或什么的，你身上的味道跟你每天去挤地铁呀，或者是挤菜场啊，对吧？干嘛的？你绝对散发出来的气味是不一样的。你的穿着打扮的选择也会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每天是要跑来跑去，你一定会穿很好走的鞋子，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可以每天很优雅的这里那里，那么你大概率可能会为了自己的搭配选择一双最适合你今天搭配的鞋子，是这个道理吧？所以我们女孩子，我们要在我们能够目光所及之处的最高圈层里表现我的质感和松弛感。怎么表现？从细节上来说，是不是要通过你的穿着打扮，你身上散发的味道和你的气质上去表现？所以有些东西，你说你10万块钱的存款没有现金流的进账，我让你到上海表现松弛感，你怎么表现？你说你是不是脑子有坑？对不对？你每天出行要坐地铁，你怎么松弛？你松弛个鬼呀，对吧？所以你要选一个对你来说现在呢还能找到一点松弛感的城市，
然后先让自己相对的松弛下来，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曲曲的，或者说害怕走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等你们。我们连最后一个麦，大家最后一个麦的时间啊，一定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看一看小助理在跟你们说什么，不要走丢啦。喂，谢谢。Hello， 你好，你说。很喜欢你，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连线到，然后我就说快一点，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了。我的基本盘是这样的，我今年是30，然后从小是出生在超一线城市，然后我10岁之后呢，自己就去漂亮国留学了，然后本科和商学院其实都是在全美就是排名前3的学校毕业的，然后自己也是很努力，然后家里的条件也比较好，一路上也是给我就是私立学校。就是都是最好的，然后现在呢，我自己是在做基金行业，然后每年大概有人民币的话200个左右的收入，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公司，所以我现在是居住在这个漂亮国这个西岸的一个富人区，因为这里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总部，然后因为我就是虽然这个工作是很好，但是这个地区呢，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属于郊区。就是离这个城市最近的这个大的城市可能要开车1个半小时，所以也是有一些孤单寂寞。那我其实半年前呢，也是走出了一个2年左右的一个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对方呢是 ABC。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恋爱 ABC， 然后总体的感觉就是觉得，门不当户不对吧？就觉得他们其实有部分的 ABC， 因为他们的父母都非常的辛苦过来，所以就非常保护自己，然后在金钱观上有很多的不同。然后半年之后也就自己恢复了一些，就碰到了我的一个同事，是通过朋友介绍的。那他呢是在我现在这个公司做交易，那收入其实是和我一样，学历也非常好，然后比我小2岁。一开始的话就跟这个男生是做朋友，也觉得他特别的阳光，然后大家在事业上也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然后他在这个说的时候，把自己也是说的，就是好像特别不喜欢和抠门的人在一起啊这种。然后后来这个男生就让我做他女朋友了，就非常正式的叫我做他女朋友。但谈了2个月之后呢，就变成天天吵架，然后昨天其实是分手了。然后我觉得第一次大吵，就给你一个例子吧。这个男生就说我说我们要去吃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建议我们去这一家，然后这个男生就说这一家他不打折，我们就不能去，要过下个星期再去，就和他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对，然后就后面总体的感觉就是想去哪儿吃，也不是都是贵的地方就不能去，想去哪儿玩都要看什么油钱，然后就是反正跟我之前那男朋友又开始一样了。然后最主要还有就是我们2个呢，可能都是做基金行业，脾气都是比较冲的，也比较强势。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也希望自己是主导的这种感觉，所以比如说有些时候完了，我们的生物链底端男性出现了，宝宝，生物链底端男性出现了啊！今天的最后一个麦真是不让我们失望呢。对大男子主义的抠搜男是我们生物链的最底端，最后一个。对，所以就其实是我提出的分手，然后他现在他也是非常决绝，他就跟我说的就是我们2个完全就是价值观不一样，然后他就在分手的时候还把话说得很难听，就说我已经做了那么多，给你花了这么多钱，其实根本就没有，然后你还好像永远不满意的样子。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是希望做朋友，因为毕竟在一家公司，我就是觉得我也不想弄得太难看，但我也
我也不想做朋友，我也不知道做朋友这个怎么做，所以就觉得就是首先就其实曲曲已经给我对他的这个判断了，就是还是想听一下你怎么讲吧。然后还有就是后面就是不是就是尽量保持客客气气，但也不用联系了。哎，你们两个人每次出去吃饭都谁买单啊？他是这样，他说起来男生应该多付。但是呢，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说，哎，这家很好吃，这个泰国菜我们可不可以去试一下？然后他就说不行，因为他如果买单的话，他要决定去哪儿。后来发现他选的呢都是有折扣券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来吧，我来付吧。其实我已经很下头了，姑娘啊，偷车。姑娘啊，第一件事儿，咱们下麦第一件事改命啊，首先把我们的金贵的关系学一学。好不好？是的啊，我求求你们了。这种在我们的生物链底端的人，咱们就没有去琢磨他的必要，是不是？还要花个800，你说何必呢？是不是？就还是你知道吗？然后，对我就觉得就是来，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姑娘，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就我觉得还是要跟我门当户对一些，好的，非常好，可以在事业上支持我。那么第一次有这种价值观冲突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不可能跟你去吃这个，就是这样。如果不行，咱们俩就算了。你说我要找的男生一定是可以跟上我的消费节奏的，而且能够承担我一定的消费，这个是必须的。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只适合做朋友。第一次发生，立刻给规则。给完规则，只有他选择接受与不接受，接受继续，不接受离场。明白。我告诉你啊，好的，你没有情感经，你的情感经验太薄弱了，知道吗？对。所以呢，你会容易被男生的节奏拽着走，你会让他觉得你好像可以在他的不断的压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退让。对。如果今天我选了这个餐厅之后，他说这个那个，我会买单，但是我买完单的第二件事是拉黑。我买完单的第二件事怎么还能继续呢？这我说过，对吧？所以跟他提分手了。对的，就觉得。所以下次再遇到任何男生的时候，首先跟你讲，消费这件事情它本身它就是个门槛，就是为了筛选别人的。是的，如果对方表现出这个，马上他一出现这种价值观上，然后你说挺好挺好，你说幸好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比较早，说明咱们不合适，也不用耽误时间，就好了呀。好的，好吧。对，就以为就他比我赚的还多一些，怎么还会这样？其实这个跟原生家庭。哎呀，来，我们的名人名言，你要是看了我们的金贵，你今天就这问题都不会问，是不是？抠的人越有越抠。大方的人越有越大方，抠跟大方与有没有任何关系。对的，好吗？抠是一种生活方式，好不好？是的，骨子里的。好的，谢谢曲曲。好，就这样啊，拜拜。好，拜拜。我们这个东西呢，没有所谓的鄙视链啊，宝宝们，好吧？大方有大方的好，抠呢没有抠的好，但是呢，抠有人觉得没所谓，是吧？我们就把这个抠的人留给那些觉得抠无所谓的人，对吧？哎，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去选择我们想要的人群，去给予那些大方的男孩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知道大方能够为他赢得这个市场上更多的竞争力，培养更多的好男人，培养更多吻合我们框架的好男人，对吧？我们的这个曲大军还是人现在还是不少的，而且都是处于比较上游的状态，对吧？高收入，高认知，对吧？很多都是这个留学的呀，海归的呀，这个那个的，白富美呀，是吧？创一代呀，这么多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的女性，大家要一起努力，对吧？我们要不停地告诉这些男生，如果你大方，那么你就会获得我的尊重。如果你小气，那么我会尊重你，但是我会离开你。我们要用自己的行为为这个世界打造一套规则，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们不要老是想着怎么去迁就对方，对不对？我们明确了自己的一些框架之后，我们的框架就摆在这儿，你进不进是你的选择。我说甜言蜜语可以，
我可以哄你，是吧？我可以对你笑，我可以给你捶肩，我可以给你吃饭的时候给你拆碗筷，但是我的框架不能破。我所有做的这些动作只不过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吻合我的框架，让你更愉快的付费，仅此而已，而不是为了让你不付费或者让你抠，好不好？这是不可以啊！大家记住了，在我们的体系下面，可能有人能接受抠的，有人也能接受这支不花的，是吧？哎，我都可以。但是在我们的体系下面啊，大男子主义的抠搜男是我们的择偶生物链的最底层，好吗？一个男的大男子主义，他就得大方；一个男的抠，他得给无限的情绪价值，对不对？你总得占一头吧，是不是？当然，我们最好希望能找到又大方又没有大男子主义的，但是这个呢，相对来说可能会难平衡一点，对吧？但是你总得有一头哦，你不能说你不花米，你还想享受大爷的待遇，你不付费你就想坐头等舱，我能让你坐经济舱就不错了，不行你就去厕所待着，好不好？好了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哎，今天真是一个愉快的直播，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金柜啊，还有没有找到我们大本营，没有找到我们的金柜的，没有找到我们成千上万的金柜小伙伴的宝宝们啊，一定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看一看小助理在说什么。然后呢，我们找到大本营以后呢，我们的圈圈会一直给大家发布我的一些日常啊，或者是总结呀，对吧？人生思考啊，以及我们给客户做的一些成功案例呀，好不好 ？OK， 好啦，今天就这样啦，我要下播了，拜拜，拜拜。